可如何是好啊！可恶，你们这些没用东西！可恶，可恶，可恶！今晚，你替本宫去寝殿睡觉啊！我，对，就是你，这样本宫的太子之位就保住了。等你替本宫圆了房，立刻就宰了你。看这架势，是想利用完我再灭口？不行，我要先下手为强。殿下，您知道什么样的替身最安全吗？什么？3天前，我还是一名传奇特种兵，在一次任务时踩到了敌人的陷阱。操！剧烈的爆炸让我穿越到了一个叫大真的朝代，我变成了一个流浪在路边的古代混混。这破身体快散架了，爆炸没要我的命，先把我炸成乞丐了。停车！你怎么跟本宫长得一模一样？你哪位？大胆，在太子殿下面前还不跪下！刚穿越过来就遇到太子，刀都架脖子上了，先活下来再说。草民有眼无珠，草民罪该万死。鼻子一样，眼睛一样，连耳朵后面的痣都一样。殿下，草民这张脸不收费，能先松手吗？本宫看你有缘，跟我走，我送你一桩泼天富贵。乞丐变太子，确实是泼天的富贵啊！什么档次？跟我用一样的脸。这是腰牌，这是……你这太子当的压力也不小啊！送你上路了。味道一般，枸杞放太多了，不懂养生。太子我替你当了，太子妃我替你睡了，安心去吧。殿下，今晚可以了吗？今晚必须可以。你不是太子，你是谁？太子在哪儿？死了。皇上就在门外，你这一声喊出去，我先死，你随后火葬。太子死在东宫寝殿，百济国公主谋害大真储君，这项罪名落下来，大真铁骑明日就能讨进百济王宫。是你杀了他，整个东宫都是三皇子的眼线。你一个来路不明的替身，藏得住尸体？尸体不劳你操心，你只需要配合。太子殿下，陛下还在外面等着，可需依婢进去伺候。不用，本宫刚沐了浴，让父皇再等片刻。是。两个选择，要么现在揭穿我，你我一起死，百济跟着陪葬；要么把今晚的戏演完，我做太子，你依旧是当太子妃，将来我登基，你就是皇后。待会儿姨婆进来验身，你知道该怎么说。你就不怕我当面揭穿你？你不敢。凭什么？揭穿我，太子遇刺储君被害，你作为太子妃，第一个陪葬。百济国没了大真庇护，
高丽和新罗能放过你父王？你嫁到大真，不就是为了找个靠山？我活着，比真太子有用。太子殿下，陛下有请。记住，从现在起，我就是太子。儿臣见过父皇。无需多礼，安婆，进去宴吧。父皇，儿臣听闻皇兄身体抱恙，特来探望。老三有心了。恭喜陛下。既然太子无恙，朕便回宫了。明日早朝散后，带太子妃入宫请安。是，儿臣遵旨。殿下，太子妃身子乏劳，传下去，后院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。东宫从此刻起戒严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寝殿与后院，违令者斩。你到底想怎么处理？还有意外收获。什么？三皇子写给二皇子妃子的私信，内容你不会想知道的。东宫有多少人是陈英的眼线？你猜呢？堂堂大真太子，身边连个心腹都没有，从侍卫到厨娘，一半以上都是三皇子的人。你去哪儿？厨房。殿下，这么晚了。太子妃闻不得腥膻，明天那羊肉不做了。刚宰的那只羊呢？回殿下，在后院挂着呢。本来打算明早给太子妃炖。本宫拿走，你下去吧。三皇帝，你这封信比我想的有用。哎呀，三皇帝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昨晚有劳三皇帝探望本宫，当时父皇在场，也没能亲近亲近。皇兄身为太子，皇帝探望是应该的。没有狐臭，我那废物大哥的臭味，这个距离绝对能闻到。他果然是假的。三皇帝这么想亲近皇兄？想闻就闻个痛快，来，使劲闻，皇兄，松手！自家兄弟害什么臊啊？昨晚没来得及招待好三皇帝，皇兄心里过意不去，所以三皇帝，皇兄送你一份大礼。三皇帝，闻够了吗？早朝散，百官退殿。慢着，劳烦诸位大人随姑进殿面见父皇，姑有要事禀告，也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既然三殿下有事，大家便回殿看看吧。怎么回事？不是散朝了吗？儿臣携太子妃特来给父皇请安敬茶，不知三皇帝有什么事，非要当着群臣的面禀告。老三，有什么事不能私下说？启禀父皇，此人不是太子，他是假的。老三，你说什么？太子是假的？父皇，儿臣所言句句为真，皇兄已经被他杀了。眼前之人是皇兄找来的替身，因为皇兄不能人事，找个容貌相似之人冒充，与太子妃圆房，以求躲过父皇陈查。此贼昨夜下令东宫戒严，亲手将皇兄尸体埋在后院，儿臣府中眼线亲眼目睹，这是眼线传回的密信，请父皇过目。逆子，你看看上面写了什么？父皇，是他方才进殿前换了儿臣身上的密信。哎呀，三皇帝，你竟然跟二皇帝的妃子……住嘴！住手！太子将信拿过来，此事
朕会给你一个交代。都退下，朕有私事处理。嘿，父皇，密信虽被调包，但儿臣说的句句属实。皇兄尸体就埋在东宫后院，一挖便知。陛下，真假太子一事关乎社稷安危，不如移驾东宫清查，也好给众人一个交代。臣以为还是查一查好，还太子一个清白。既然众卿都关心此事，摆驾东宫。太子尸体被埋在哪儿？回三殿下，昨夜卑职亲眼看见，贼人将太子尸体埋在假山后那片新土下面。挖出来，打开。这不可能！你不是说太子埋的是尸体吗？卑职确实看见太子亲手埋的。父皇，太子妃不食腥膻，连味道都闻不得。厨房的洋膻味使太子妃身子不适，儿臣心疼，故此将无掩埋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倒是三皇帝你一面之词，就闹得满朝文武移驾东宫，挖了半个时辰，挖出一只羊。若这只是误会，那三皇帝的眼线为何会在东宫监视本宫的一举一动？儿臣身无寸脚，可这几位都是三皇帝手下的，各手按腰柄，目露凶光。他们是想杀了本宫，让三皇帝继太子之位吗？陛下，三殿下在东宫安插眼线固然有错，但也是因为发现真假太子之疑。当务之急还是先将真假一事查明，再议三殿下的过失。晋国公说的是，老三，此事朕先记下。父皇，儿臣还有话说。诸位大人这么信三皇帝的话，不如把整座东宫翻个底朝天。若找不出尸体，总得给本宫一个说法。储君大婚之时，满朝文武遣人道贺，礼单多是寻常薄礼。可三皇帝生辰，诸位大人却馈赠厚重。储君大婚竟不如皇子生辰，若非那时便已疑心儿臣是假，又怎会如此厚此薄彼？太子所言为真。太子所言为真，那时我们的确怀疑太子是假的。也罢，让老三查吧。若找不出尸体，朕命你们重备厚礼给太子补上。老三，给太子道歉，罚宗人府跪3日。三皇帝还是不信是吧？那滴血认亲，敢不敢？胡闹！我皇室中人，竟要用滴血认亲确认太子，滑天下之大稽。父皇，儿臣觉得皇兄此意甚好，只有滴血认亲，才能堵住悠悠众口，也是给天下万民一个交代。儿臣也以为滴血认亲是唯一能证明清白的方法，不然以后随便哪个人跳出来说太子是假的，本宫是不是每次都要被掘地3尺？不过儿臣要赌。赌注是什么？简单，如果滴血认亲，证明我是父皇亲生的，三皇帝生辰收的礼物全部归我。一言为定。你确定白矾能用？白矾是强电解质，入水之后能让红细胞吸水破裂，细胞膜溶解，什么血都能融在一起。你说的每个字我都听不懂。你不需要懂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明天那碗水里，不管滴谁的血，都会溶。
万一被太医看出来呢？太医验的是血，不是手。明天到了金銮殿，你会害怕，这很正常。但你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。我尽量。不是尽量，是一定。你怕什么？最坏的结果，血没融，我是假太子，你被牵连。但你别忘了，就算到了那一步，本宫也有办法把你摘出去。你拿什么摘？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：太子妃不知情。从头到尾，你都是被蒙在鼓里的，所有的事都是本宫一个人干的。你为什么要替我扛？因为你是本宫的太子妃，本宫的人，本宫护着。赌注已经说好，太子和老三还有异议吗？儿臣没有异议。陛下请。父皇若还不信儿臣，儿臣的血总做不得假。此乃天意，二血相融，实乃我朝祥瑞之兆。是啊，是啊，此等异象，足见乃天命所归。太子殿下，融了！恭喜陛下！太子殿下与三殿下都是陛下的子嗣。好，陈英，你可知罪？三弟，愿赌服输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。薛瞻，臣在。朕命你率金吾卫到三皇子府找到礼单，将之前老三收的礼品群数送到东宫。是。明日午时之前，满朝文武重给太子备礼，就按照老三寿辰那般，统统补上。太子殿下，三殿下府上的礼全在这儿了：珍珠马鸟3箱，古玩字画16件，锦缎白谱，城外庄园地契1张，一丝不差。薛将军，三皇帝过个生日，收了一座城。三殿下人缘好。城外这座庄园，花溪庄园，占地多少？450亩，后山7300亩。以前是盐商的，送给三殿下打猎用的。好东西。殿下，三殿下那边的礼全部清点入库了，估值约5、6万两，加上文武百官补的礼呢？赵无极送了珍品红珊瑚1束，夜明珠2颗，光这2样就值1000两。吏部尚书送了云纹锦缎白匹，书画古董。御史中丞送了黄金60两，全部折算下来，加上三殿下的寿礼，东宫账上总共约6万8千两。6万8，够干不少事了。殿下打算怎么花？先留5万两不动，剩下的1万8，明天摆宴，100桌起步。殿下，1万8千两够是够，可100桌，东宫摆不下，就摆到宫门口，来送礼的一个都不许走，全留。全留。殿下，今日给您补送寿礼的名单整理好了。你还有事？殿下，安西侯府萧家没来送礼。萧家为何没来送礼？殿下，萧家自从老侯爷出事后，只与军方旧部来往，其他事一概不参与。朝廷的事，他们不搭理。萧家在哪儿？北城青石巷。景超，你祖上是安西军的。回殿下，先祖曾为云教将军，隶属安西军。安西军3000人守西域100年，后来呢？后来，朝廷没派援兵，3000人再也没回来。本宫知道了。明天摆宴，武官那边的烙饼里加肉馅，文官那边烙硬点。殿下，为什么文官的要硬？因为他们牙口不好，得练练。诸位，本宫不是文人，也不讲那些虚的。
今天这顿饭就一个意思，将士们日子过得不好，本宫记着。殿下说笑了，咱们当兵的哪有什么好不好？四大营的冬衣，去年拖了3个月才发，兵部的批文压在谁案门上，你们心里清楚，本宫也清楚。但本宫把话放在这儿，等本宫临朝的时候，一定都给大家都要回来。薛将军怎么不动筷子？殿下，你这顿饭吃完了可就收不回去了。本宫什么时候收过？殿下知不知道四大营上一次吃上肉饼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去年中秋，兵部批的伙食银子到我手里的时候，就够买个肉丝。下次我请将士们吃酱肘子。老臣在朝堂站了20年，没人瞧得上我们四大营。殿下今天做的这些，到底图什么？不图什么，就图一件事：将来本宫要用人的时候，薛将军能站出来。殿下这碗酒，老臣喝了。往后的事，走着看。这600人是父皇拨的，是陛下亲自下旨，说东宫初定，需要换一批干净人。干净人，傅伯，你信吗？老奴信他们不是三皇子的人，但他们是不是只忠于殿下，不好说。京超，你不用躲，本宫知道，你也是父皇放在东宫的眼睛。殿下，卑职起来。本宫没怪你，父皇派你来盯着我是他的事，你怎么做是你的事。本宫只问一句：若有一天本宫和三皇子同时出事，你救谁？卑职救殿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三殿下不会记得安西君，殿下记得。怎么了？父皇给东宫换了600人，你觉得这些人是谁的？皇上的。对，跟陈映的眼线没区别，换了个主人而已。京超就是父皇安在我身边的眼线。今天他主动跟我说出了萧家的事，你觉得他是自作主张？不是，是皇上让他说的。父皇想让我去攀萧家这条藤，萧家握着安西军旧部的人脉，我若能搭上，就能在军方有点话语权，这样陈映就会感到压力。父皇的算盘打得响，用我给老三上压力，逼老三成长，等老三够格了，再把我一脚踢开。那你还要去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父皇给我机会，我不用白不用。萧家这条藤，我攀定了。你就不怕到时候父皇翻脸？怕，但怕不是不做事的理由。明天去萧府，你帮我准备一份厚礼。我凭什么帮你？因为你是本宫的太子妃，本宫的人，本宫使唤。安西军3000人守了100年，朝廷欠他们的。老三啊，老三，围猎的时候，我会给你一个惊喜的。金统领，你怎么来了？太子殿下来给老侯爷上香，劳烦通禀。太子殿下大驾光临，萧府上下已恭候多时。见过老夫人。太子殿下日理万机，怎么想起我萧家来了？这是给老夫人备的补品，聊表心意。我萧家世代清贵，守的是本分家风，素来不惯这些贵重俗物。殿下返程时一并带回吧。老夫人，本宫是带父皇来给老侯爷上炷香。不必，今岁初1，陛下已经差人上过了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太子殿下常与卑职说起安西侯的丰功伟绩，这次来是真心想给老侯爷上香，请老夫人开恩。既然你求情，
那便让太子为侯爷上炷香吧。这香你上不了。大小姐，太子殿下是真心来给侯爷上香。我萧家几十年没人登门，现在太子想起来上香了，弄到萧家才出现。以前干嘛去了？你说对了一半，本宫确实需要萧家的人脉，但本宫也是真心敬重安西侯。3000安西军为大真戍边100年，朝廷欠你。婴儿不可无礼，太子殿下得罪了，婴儿年幼不知礼数。无妨。上完香就走，我萧家没有男丁，太子殿下登门久了，别到时候惹出闲话来。红英，你看，这是我耗时3日续写的《萧家兵法行军篇》，你看看，满意不？李公子有心了。太子殿下不坐会了，正好李公子也在，他可是上届榜眼，翰林院编修，比某些只会仗势欺人的人强多了。萧姑娘说的某些人是指本宫。太子殿下觉得呢？婴儿不得无礼。哟，太子殿下，怎么今日想起到萧府做客了？本宫做事不是你这种东西能打听的。这就是你续的萧家兵法？正是，下官虽不才，好歹也是圣上钦点的榜眼。你写的什么玩意儿？狗屁不通！李莫伺候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兵法。字写的倒是用力，但这字体粗犷，完全不合当下审美，连乡试都过不了。萧姑娘，你萧家兵法13篇，核心不过3端：其一，处军要点，绝山依谷，势升处高；其二，象敌之法，察其动静，观其征兆；其三，治军核心，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。老侯爷留下的残篇107个字，讲的是行军布阵的基础。李慕白续的那几十页全是废话，地形不明，敌情不察，治军不谈，满枝都是让将帅当以仁德服人。你连兵都没当过，就敢续写安西后的兵法？我至少是圣上钦点的榜眼，你一个废物太子，懂什么兵法？大胆！你敢侮辱太子殿下，找死！榜眼，把那团东西捡起来，回去好好看看。等你考中状元，再来跟本宫谈兵法。太子这篇兵法叫什么？行军篇。老侯爷留下的残篇在这儿，本宫只是顺着往下续。若老夫人觉得还过得去，就当本宫替朝廷给萧家补的一份心意。老身替侯爷谢过太子殿下。殿下，您刚才为什么不直接让那李慕白跪下？上次在东宫，您不是……那是东宫，这是萧家，在别人地盘上撒野，叫没教养。况且朝廷欠了萧家不少，我这是给萧家面子。景超，在。刚才在萧府，你跪下替本宫求情，本宫记心里了。殿下，卑职只是觉得，殿下是真心敬重安西军。那些人，他们不懂。走吧，回去路上帮我办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李慕白一个人走的时候，套麻袋揍一顿。殿下，他爹可是刑部侍郎。怎么怕了？不怕，揍哪儿？脑袋揍到他明天上不了朝。废物太子，就会仗着身份欺负人。等3殿下登基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让你调戏我姐！我是王寡妇她二弟，今天好好教训你！谁是王寡妇？你认错人了，我乃朝廷命官。打的就是朝廷命官。
都是谁？我是王寡妇三弟。我是王寡妇四弟，王寡妇五弟。王寡妇到底是谁？这谁呀？殿下还安排了第二拨人。怎么回事？国公爷，太子派人把我儿子打了，就在萧府外面的巷子里，套着麻袋揍的，揍了2顿。2顿？2顿。第一章打完刚解开，第二波又套上了。国公爷，打人这事儿虽小，可太子最近动作太多，收萧家，靠武官，动刑部子弟，怕不是要借围猎立威。太子在萧府做了什么？他撕了续写的兵法，当着红英的面说我狗屁不通，然后自己写了一篇。写的怎么样？写的稍微比我强点儿。太子长大了，打人还知道用麻袋套住，不是以前的小孩子了。不急，太子不是续写了萧家兵法吗？那老夫便陪他玩玩。传下去，所有家主集合到府开会。另外，秦尚书锦屏山围猎的军务，你也该提前准备了。国公爷放心，围猎场上军方听薛战的，可兵部的规矩还是下官定。奶奶，他真是那个废物太子？以前是不是不重要？那什么重要？重要的是今日进萧家的这个太子，可不像废物。陈英，你养鹰犬，那本宫就练兵。萧红英，你会来找我的。殿下，今日宴席的账对完了，900桌流水席，加上酒楼赊账，一共花了12000两。但今日文武百官送来的重礼，折现约36000两。也就是说，净赚2万4。是的，殿下，加上之前3殿下受礼的折现，东宫账上总共68000两。福伯，明日备一份厚礼，比今天给萧家的那份再加1倍，送到萧府。萧家不是不收礼吗？收不收是他们的事，送不送是我的态度。这么早，吃了吗？没吃。给萧姑娘备早点。不用，我来还赌注的。这匹汗血宝马是你的了。等等，你大老远跑来就为了送匹马吗？萧家兵法还剩12篇，你开个价。续写1篇10万两。我萧家每年俸银才1000两，10万两你怎么不去抢？安西侯的传世兵法不值10万两，能便宜点不？1个字儿都不少。买不起可以换。换什么？锦屏山围猎，听说过吗？10年没办的皇家围猎，今年重启了。重启了。父皇命我率队参加，我有600侍卫，还差400人。父皇允我从京中任何军队里挑，但挑来挑去，都是他的人。你想让我帮你凑人？安西军旧部在京城的后代有多少？能打的300-400。都给我，我全收。全收？你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吗？400多张嘴，400多个家庭。我知道，东宫养得起。东宫现在账上有68000两，养1000人够了。条件呢？你带队帮我拿下围猎魁首，作为交换，我再续1篇萧家兵法，外加帮你正式参军。你能让我参军？我答应的事一定办到。最迟3日，我带300人报到，剩下的100你自己想办法。成交。太子，你跟我一开始想的不一样。
还差100人。就你了。围猎场上，谁占天门，谁拿魁首。太子最近收萧家旧党，肯定会往这儿冲。外公放心，赞木和格桑的鹰犬都准备好了，金雕在天上盯，藏獒在地上追，他藏不住。哼，再加上下官安排的军务调度，太子想赢难。秦尚书，不要轻敌。太子这段时间不像以前。国公爷多虑了，一个忽然会写兵法的废物，终究没带过兵。围猎不是纸上谈兵，进平山辰时不上晚上，是实打实的军阵调度。那就让他在军阵里跌一次狠的。太子殿下驾到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把大牢关押人员的名册拿来。殿下，这可不合规矩。刑部大牢的名册只有刑部尚书和侍郎才有权调阅。你可以试试抗命。名册在签押房，下官这就去取。带路，本宫要见这个人。殿下，这可是天甲号通缉犯，后天就要问斩了。带路。今儿个咋送饭这么早？你爷爷还没饿呢。闭嘴！这是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就是那个不能人事的太子。门打开，你们出去。殿下，打开，出去。你身边一个护卫都没有，不怕我挟持你？洞口就在这下面吧。你那个叫耗子的兄弟，盗墓出身，极善打洞。你怎么知道？墙角那只老鼠，是他放进来定位的。你们已经计划好越狱了，后天问斩之前，就该动手了吧？跑了又能怎样？以你的性子，下次还会被官府抓住。下次可没有另一个太子来救你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杀过最大的官是7品县令，外面有个4品侍郎李章，他儿子前几天刚被我揍了。跟着本宫，以后你想杀多少贪官就杀多少。但第一个李章，你跟我听说过的太子不太一样。但是凭什么信你？因为你不信我，后天就是个死。我那些兄弟呢？你有多少兄弟？17个，都在外面等着我越狱呢。17个，都是什么人？盗墓的、打铁的、下驿长的、造机关的，什么都有。不用越狱了，本宫明天就带你出去，光明正大的出去。你怎么带我出去？你管我怎么带你出去？你只需要告诉本宫，你那17个兄弟愿不愿意一起跟我干？你连面都没见过他们，就敢收？你是他们的大哥，你认了我，他们就认了我。太子殿下，擅闯刑部大牢提人圣旨呢？圣旨没有，父皇口谕。口谕？那恕臣不能放行，殿下请回。此事臣会如实禀报陛下。李侍郎，你儿子李慕白前天在萧府，当着萧家祖孙的面被本宫骂了一顿，就是有些嘴硬，被揍了2顿才学乖。太子，这里是刑部，不是你的东宫。本宫知道，所以本宫再问你一遍，让还是不让？没有圣旨，不让。都放下短刃，想造反吗？
殿下，搞定了。还行，下次别犹豫那么久。是。太子，这是你干的？回父皇，李章阻拦儿臣执行父皇口谕，有造晚之嫌，儿臣恐生变故，先斩后奏。陛下，李侍郎为官30载，清正廉明，太子无凭无据擅杀朝廷4品命官，罪无可赦，请陛下罢黜太子，以正国法。臣复谕。太子，你说李章有造反之嫌，证据呢？证据就在刑部大牢底下。儿臣来刑部提人时，发现大牢底下有密道，整个刑部大牢关押1921名要犯。如果这些密道是用来越狱的，李章身为刑部侍郎，管着这座大牢，要么失职，要么同谋。刑部大少固若金汤，哪来的密道？那就挖开看看。太子，如果挖不出来，欺君之罪当斩。你确定？儿臣确定。如果挖不出来，儿臣自裁当场，不给我皇家丢人。好，半个时辰，挖。就这儿，往下挖。嘴馋吃人嘴短，本将算是被殿下的酱轴子害惨了。薛将军，听说你家有个独女，年方28，豆蔻年华，酷爱诗词歌赋。太子啥意思？东宫还有2个嫔妃位置。殿下说啥？本将干活没听清。没事，薛将军继续挖。国公爷，刑部这摊子怕是压不住了。你兵不干净，看戏就看戏，别急着伸脖子。太子殿下好手段，杀人之前连坑都挖好了。秦尚书误会了，坑不是本宫挖的，是你们自己挖的。这个太子不简单。父皇，儿臣来刑部时路过太平堤，发现一处梯口新塌。近期京城没有雨水，只能是人为。太平堤距刑部大牢100丈，挖地道必经过此处。儿臣由此推断，地道另一端应在运河对岸。禀陛下，地道通向运河对岸一处枯井，贼人已不见踪影，但通道内发现大量脚印和工具，初步估算至少能同时运过上百人。皇上书，底下有密道。你知不知？陛下，臣不知，臣真的不知。你管着刑部大牢底下有密道，你不知道，那朕要你何用？陛下说的对，臣管着刑部大牢底下有密道，臣难辞其咎。黄万山，你这逆贼，竟敢畏罪自尽！大理寺联合皇城司，即刻彻查刑部。过往所有案件全部重审。太子监察刑部有功，赏黄金1000两，锦缎1万匹，还有朕的宝马绝影一并赏了。谢父皇。太子，下月初1锦屏山围猎，你好好准备，满朝文武都等着看。儿臣定不负父皇期望。老狗，不错的算计。殿下，咱们是不是该回东宫了？不急，咱们的人来了。这都是我们的，都是。
这里做训练场，够不够？别说1000人，4000人都够了。够就好。萧姑娘，你带弟兄们分配住处，今晚先安顿下来。金超，你跟我来。米面粮油、蔬菜花果、肉食，按1000人标准，先备1个月的量。军装军鞋，每人2套。战刀、弓弩、羽箭、长枪各配500。还有这个，生铁越多越好。找城外的铺子，别在同一家买，分批拉回来。殿下，弓弩长枪还好说，这生铁，按朝廷规矩，私购生铁是要报备兵部的。所以让你分批买，别在同一家铺子。是，卑职今晚就去办。殿下，今天在刑部，你让林霄砍李章的时候，卑职其实怕得要死，但后来挖出地道，黄婉山服毒，卑职忽然不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卑职发现，殿下每一步都算好了，跟着殿下死不了。坐下。今天破例，吃饭的时候不用立规矩。肉不够，够了，俺就是想，俺兄弟今天拉肚子。明日采购，肉多买3成。你家祖上是安西军哪个营的？回殿下，俺祖上是安西军左峰营的，跟着老侯爷守过归苏城。龟兹，西域36城之一。殿下知道秋瓷？安西军守过的每一座城，本宫都记得。谢了。太子收编安西军后代482人，秘密采购生铁，与战士同吃同住。太子好像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幽冥18阎罗见过殿下。用什么东西收敛的气息？殿下说什么嘛？小女子没听懂呀。渊影，这是太子殿下，别乱来。你身上的香草味是一种致幻药物，涂在身上，呼吸和心跳保持一致，就能暂时隐匿气息。也不是多高深的玩意儿。殿下是怎么知道的？本宫3岁就会的东西，你说呢？殿下还真是跟传言不一样。我们欠了凌霄人情，答应为殿下效力半年，但有3条：1. 不欺压百姓；2. 不滥杀无辜，要杀也得有对方的劣迹；3. 我们不是下人，无事别来打扰。本宫也有3条：1. 从今天起，你们以前那些江湖懒散规矩，全给我忘了。这里是皇家，不是你们想干嘛就干嘛的地方。2. 本宫不会欺压百姓，也不会让你们违背初心做坏事，但本宫做事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，你们只需听令。3. 半年后是去是留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包括你也一样。每个人都是自由的，本宫不强人所难。我林霄这辈子跟定殿下了，你们欠我的人情，一笔勾销。想留的，跟我一起辅佐殿下；想走的，江湖路远，从此不识。我留，在哪儿吃饭不是吃？学会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，老子也算吃上皇粮了。行吧，半年，本姑娘倒要看看太子殿下到底有什么本事。曼陀罗天狮子颠麦乌头，比例在上面，跟你身上的幻神散配方类似，但效果提升2倍，拿去看看。这配方有几味跟我师父传下来的一模一样，但比例更精准，殿下就这么送给我了。既然决定帮本宫做事，就是本宫的人，本宫不亏待自己人。这是本宫独创的暗语体系，敲击节奏、手势动作、登奇暗语。凌霄，你先带大家学，磨合好了，你们就有了新的番号。什么番号？幽冥18阎罗，江湖气太浓。从今天起叫寒龙特战队，凌霄任队长，渊影任副队长。天大家熟悉暗语，过几天带你们去办件大事。什么大事？锦屏山围猎，我们从后山爬上去。
殿下，按您吩咐，京城里打探过了，三皇子府上那对高原父子赞木和格桑确实养着一只金雕和一头藏獒，日日训练。金雕能飞多高？据说能盘旋在云端，地上的老鼠都看得清。围猎那天，这只金雕会一直盯着我们。我们绕到后山，瞒不过它。你明天替我去个地方，南城阙街醉安楼。醉安楼，殿下，那地方我知道。你在武林大会上被一名女子打败，就是醉安楼的掌柜。把这个交给花魁，让花魁转交掌柜，别的什么都不用说。3日后楼顶插株桃花，去吧，他不会为难你，他现在比你还想见我。主上，送信的是太子，他身边的护卫就是之前跟您交过手的游侠儿凌霄，他果然投了太子。主上，赞木父子会不会暴露了？要不要让他们撤出三皇子府？太子画了雕和犬，不是威胁，是示好。他在告诉我，他知道我的底细，但没戳穿，这是在给我机会。传下去，3日后楼顶插一株桃花。主上要见他，不光见，我还要跟他打个赌，赌他能不能猜出我是谁。负重30公斤，行军60里，扛原木，翻滚木桩，蛙跳匍匐，你管这叫训练？这叫魔鬼舟，坚持不下来的，现在可以退。不退！好，从明天开始，我陪你们一起练。你连我都跑不过，那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殿下，醉安楼顶插了一株桃花。备马，你不训练了？先办正事，回来接着练。这就是掌柜的待客之道。不怕茶水有毒？想不通掌柜的为什么要毒我。你的人在陈应府上卧底，我帮你瞒着，你该谢我。殿下倒是直接，那妾身不绕弯子了。都传太子喜欢打赌，妾身想和殿下赌一局。赌什么？殿下若能猜中妾身的身份，殿下要的人，妾身双手奉上；若猜不中，本宫帮你引荐三皇子。你不是一直想嫁进三皇子府吗？殿下不妨说说，妾身到底是什么人？月之氏，羌人。你本名叫朵朵娜，月之氏有史以来对中原文化最精通的小公主。你父王被吐蕃灭了国，族人逃进高原深处，你带着使命来大真，想借大真的兵力复国。陈应府上那对高原父子是你安插的。赞木和格桑，月之氏最好的驯鹰师和训犬师，你让他们接近陈应，是想通过陈应攀上皇室。你真正的目标从来不是嫁给陈应，是让大真出兵，帮你夺回故土。月之树七公主朵朵娜，见过大真太子殿下，这局妾身输了。起来，外公，我跪了3天。跪3天算什么？你外公我在先帝手下熬了30年，才走到今天。能走了？那就跟我走。有件事你必须知道，太子最近在城外花溪庄园秘密练兵，京超偷偷采购生铁，被影卫发现了，但你父皇压了下来，没有追究。父皇还在护他？不是护，是你父皇想用他给你上压力。太子越强，你越要努力，这是你父皇的逻辑。那我呢？我被罚跪3天，太子在外面练兵收人。闭嘴，听我说完。太子最大的弱点没有文官，满朝文武都是我们的人，他在军方折腾的再欢，朝堂上说不上话就是白搭。所以围猎之前，我们不需要跟他正面冲突，围猎才是真正的战场。我已经在薛战的4大营里安插了死士上百人，混战一起，死时动手，太子死于流矢，事后甩锅给薛战，一箭双雕。那围猎之前呢？等，
等他膨胀，他越膨胀，犯错越多。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：围猎那天带队直奔天门，全力对付太子的队伍。军方那边不用管，自有人暗中放水。好，我听外公的。记住，想成大事就不要优柔寡断。太子最近和薛战走得太近，未来起事已是必然，将一切隐患扼杀在摇篮里。禀陛下，太子在花溪庄园秘密练兵，有高手戒严，属下无法潜入。但据观察，太子每日与战士同吃同训，训练强度极大。太子身边的人除了京超和萧红英，还有谁？回陛下，从刑部大牢提出的那个死囚林霄，一直跟随太子左右。另外还有一批来历不明的人，武功极高，属下不敢近身。来历不明？是，疑似凌霄的江湖同伴，人数在20人左右。京超那边呢？京超今日下午往庄园运送了一批生活物资，外加一批偷偷采购的生铁，这些事都没汇报。生铁，京超为何不报？属下猜测，太子殿下敲打过他了。金统领也挺难的。罢了，太子也该有自己的人了。日后封王也有底子，自然没人敢生出什么心思。既然京超不报，便由他去吧。告诉他，好好护卫太子安全。是。太子越来越像个人物了，可他越像人物，朕就越得防着他。陛下是在担心太子会威胁到三殿下？朕的儿子里，只有老三最像朕，可老三的性子太急，太子要是把他逼急了，老三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那陛下的意思是？围猎之后，让太子和老三一同临朝，让他们互相制衡。朕还在一天，这江山就乱不了。陛下，锦屏山围猎的赌盘已经封盘。按目前的赔率，盘面上主要有4股势力。说，其一是太子殿下的东宫队，由安西军旧部和东宫侍卫组成，外界称之为乌合之众，无人看好，赔率最高。其二是三殿下的皇子队，有晋国公府暗中支持，装备精良，是夺魁的热门，赌资大多压在了他们身上。其三便是以薛将军底下的风魁将军为首的军方联队，他们是历年围猎的常胜将军，堪称不败神话，赔率与三殿下不相上下。最后便是代表您出战的皇家禁军。好了，直接说结果，朕的内旁这次能赚多少？回陛下，无论三殿下赢还是军方赢，因赌资太过集中，您都得赔钱。什么？朕开的盘，朕还得往里贴钱？陛下息怒，这赌盘的规矩，朕不管规矩，朕的钱一文都不能少。朕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，朕用内堂的钱重注压朕的禁军。陛下，您这是蠢货，这叫对冲。只要朕的禁军赢了，朕作为赌客赢的钱，不就正好填了朕当庄家赔的窟窿吗？所以这次围猎，朕的禁军必须赢。可是陛下，因为您和三殿下的资金涌入，为了平衡盘口，太子殿下的赔率已经到1赔600了。600？无妨，太子从未带过兵，不必担心。军方赔率降到1赔1了，那还赢个屁！三皇子涨到1赔8了，压三皇子！太子1赔600啊！万一呢？万一个屁！太子那队伍，400多个安西军，穷后代，连甲都配不起，能赢才见鬼了！
押太子，万一呢？2两变1200。京城里开了个赌盘，围猎夺魁的赔率，太子1匹600。什么？600？外面这么瞧不起我？是。要挣大钱了。东宫收到的贺礼全部卖了，加上父皇赏的1000两黄金，一共能凑多少现银？回殿下，大约5万两。全押上去，押我赢。殿下，5万两全押，1赔600，赢了就是3000万。殿下，万一输了，你觉得我会输？这笔钱不是赌，是军费。3000万两够养10万兵，够打1场仗，够把安西军的后代从泥里拉出来。老奴这就去办。4大营登山，抢占天门以下的锁国制高点。殿下，他们都动了，咱们呢？不急，先吃饭。什么？一早赶了几10里路，弟兄们空着肚子打仗，传令下去，原地休整，炊事班架锅，吃饱了再说。大小姐，喝碗汤吧。不喝。殿下吩咐的，说您一早没吃东西。他还有心思管我吃没吃东西？风葵已经占了东山头，陈应上了西坡，等他们站稳脚跟，咱们连山腰都摸不到。急什么？围猎3天，今天才第1天。第1天定生死，谁先占天门谁赢，这道理你不懂。天门是给傻子准备的，3路人人马都在冲天门，谁先到谁挨揍。让风葵和陈应先打，打完了，咱们再上去。可是什么？你怕他们不打？放心吧，陈应憋了半个月想要我的命，风葵穷了10年要赏钱，这俩人凑一块儿，不打起来，我把这碗汤倒你头上。盯紧点儿，别漏了。殿下，太子营地没有动静，还在埋锅造饭。还在吃饭？他是不是疯了？怕了也得死。传令，加速登山，天黑前站西边高地，让风葵先去东边，等他们和太子撞上，咱们坐收渔利。是。陈峰，这次围猎就是你的死期。盐少了，下次多带点。殿下，天快黑了。所以抓紧吃。 3支队伍都在抢山头，我们在这里烤鹿肉。这鹿肉味道不错，你尝尝。天黑了怎么办？天黑了就上山打猎，不是打猎物，是打陷阱。方圆15里，所有隘口、盘山路、密林通道，全给我布上，明的、暗的、坑的、网的，越多越好。天黑动工，天亮之前，我要让这座山变成刺猬，谁碰谁扎手。你白天一直在装傻给他们看。本宫本来就不聪明，只不过他们比我更蠢。这个太浅，再挖深3尺。殿下，3尺就到岩层了。岩层怕什么？把泉水引过来灌满，这叫泥石流陷阱，谁踩进去，拔都拔不出来。殿下，西边隘口的滚木已经架好了，一拉绳子就能放。滚木上抹了东西没有？抹什么？鸳鸯配的，抹在滚木上，碰上就中，不致命，但能让人痒得把皮挠破。你连毒药都准备好了？不是毒，是痒痒粉。打仗不一定非得死人，让人难受就够了。将军，太子营地昨晚动了，但没攻山。没攻山？那他们干什么了？好像在打猎，方圆10里全是他们布的陷阱，抓了1夜的野猪和鹿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子这是来野炊的！哈哈哈哈哈！不管他了，
传令下去，盯紧三皇子那边。是。等他们和太子撞上，我们趁乱冲过天门。陈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殿下，要不要让金臼再探一趟？探，盯死他！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回报。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人不会这么淡定，除非他有后手。殿下，要不要派人下山试探？不能给他任何机会，原地戒备，等明天。风葵在东山头不动了，陈英在西山头也不动了。正常。风葵在等陈应先动手，陈应在等我先动手，3个人都不动，耗着呗。能耗多久？到了明天不出手，我们会被淘汰，所以他们今天晚上一定会动。告诉弟兄们，白天休息，养足精神。今晚不管谁来，用陷阱招呼他们，不用硬拼，拖住就行。那你呢？我今晚不在营地。你去哪儿？众奴准备好了，已经在后山崖底架好了。今夜行动代号海来阿木，什么意思？古语，意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。角度47度，殿下。岩壁50丈处有道天然裂缝，第一箭打那里。准头够吗？白天试过3次，100丈外钉进花岗岩3寸。虽说现在是晚上，但我闭着眼也能命中。本宫自己设计的，铁林能卡进岩缝，青苔刮掉就行。这东西绝了！准备，放！钉死了！殿下，交往左3寸，那里有道横缝。殿下，您这体力，回去得加练。回去再说。山顶比想象的大，行宫在哪儿？我们现在在背面悬崖边，行宫在正南方向，距此约3里，中间有3道哨卡。耗子，你带几个人去探路，找到哨塔位置和换岗间隔，不许惊动任何人。殿下放心，打洞我都不让人听见，走路更没事儿。殿下不紧张，紧张没用，不如省点力气。殿下，3道哨卡，一共30个内卫，但什么？全在打盹儿。换岗的时辰到了也没人来替，巡职的就2个，还靠在一起聊天。太平了100年，连内卫都忘了怎么打仗了。那就给他们上一课，行动。陛下睡了？早睡了。昨天看了1天演武，累得够呛。也是，反正又没人能爬到山顶，咱们这差事就是走个过场。
你怎么进来的？父皇，按演武规则，你已经阵亡了。朕的禁军1000人被你全歼了。还没，不过快了。按演武规则，父皇现在被我挟持，让你的大总管去叫人，把内卫、文武大臣、禁军将官一个一个叫进来。照他说的做。哪位统领，陛下召见。这他娘的到底怎么回事？薛将军，你也阵亡了。太子，你是从哪儿上来的？天门还在山下，禁军1000人守着3条山路，你不可能从正面突破。后山，刃崖，刃崖，那是绝壁，连山羊都上不去。山羊上不去，但人能。用重弩把绳索射上去，一级一级攀。100丈刃崖，爬了1个半时辰。朕当了几十年皇帝，从来没想过有人能从后山上来。太子，你给朕上了房课。禁军护卫不令，最高统帅已被斩首。按演武规则，禁军全部阵亡，诸位自行了断。太子，你既然夺了魁首，为什么还要在山腰布陷阱？因为夺魁不够。父皇，大真100年无战事，将士们每天操练，但操练和打仗是2回事。今天这场演武，儿臣想让父皇亲眼看看，京城周边所有军队到底是什么战斗力。你想干什么？让京城所有军队都来，7万混边军攻打锦屏山，儿臣用1000人守到天黑。好，朕也想看看你还有什么惊喜。传旨，京城所有军队即刻赶赴锦屏山。小姑娘，殿下的命令。斩首计划已成功，禁军全灭。接下来7万混边军攻山，守到天黑。殿下在山顶等你们。7万！弟兄们，殿下一个人都没损，已经把禁军全灭了。现在山顶是咱们的，山下7万混边军正在往这边赶。殿下把山顶交给了咱们，守到天黑就是赢。按殿下布置，第1道防线陷阱阵，第2道防线弓箭，第3道防线贴身肉搏。每一道防线能拖1刻钟是1刻钟，记住殿下的原话，不用硬拼，拖住就行。都他妈站下去打浮桥，让混边军踩过去！尚书大人，这是泥坑不是河，跳进去就陷住了。陷住也得跳，这是军令。这才像话！冲上去，把太子的人给我灭了！别停，一口气冲上去！用陷阱拖慢行军速度，用弓箭消耗前排，用贴身缠斗打乱阵型，每一步都算好了。太子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不是儿臣想到的，是安西军。安西军3000人守西域100年，面对几十倍于己的敌人，靠的就是这个：用地形换时间，用时间换空间，用空间换胜利。
儿臣只是把安西君当年用过的东西拿出来再演一遍。陷阱阵拖了1个时辰，弓箭阵又拖了1个时辰。照这个速度，天黑之前真能守住？他妈的，给我冲！不管死多少人，必须在天黑之前登顶！找到了，太子就在那里。殿下那边。太子得罪了。殿下，往后退3步。尚书府的死士不是演武的人，情况还要您的命。林霄呢？刚才还在解扒死士，然后就没了人影。不好，他去找秦阔海了。冲！都给本官冲上去！太子就在上面。站住！什么人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本官只是奉命。我不管你是奉命还是奉旨。殿下说过，演武不许杀人，但殿下没说，我不能杀刺客。林霄，留活口！禀陛下，兵部尚书秦阔海在演武中身亡，死因刀伤。怎么死的？尚在查查，初步判定是混战中误伤。朕累了，演武继续，结果如何，报来便是。他该死，但你不该伤。殿下，他派的死士拿着真刀，要不是渊影反应快，你已经死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说他该死。但你杀的时机不对，当着几万人的面杀了兵部尚书，父皇怎么想，赵无极怎么利用？明天早朝弹劾我的奏折会堆成山。那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的命是殿下从大牢里捞出来的，这颗脑袋随时还给殿下。你的脑袋暂时寄存在你脖子上，回去之后自己领50军棍。还有，下次要杀人跟我打个招呼，我不拦你，但得听我安排。是，殿下。本届锦屏山围猎太子战队以1000人对阵京城7万混边军，坚守至天黑。回首太子陈封。太子，你从后山潘百丈刃牙未损一兵一卒，拿下朕的行宫，又以1000人拖住7万混边军整整1日。朕问你，这些兵法谁教你的？回父皇，不是谁教的，是儿臣读安西军旧档，从老侯爷的战例里悟出来的。儿臣只是在锦屏山，把老侯爷当年做的事重新做了一遍。安西军，朕记得你母后在的时候，也常跟朕说，安西侯是大真的脊梁。传旨，太子卫队即日起正式便入东宫，人员不再轮换。锦屏山围猎赏金10万两，悉数拨付东宫。太子陈封即日起参与临朝，与朕共议国事。陛下圣明，末将愿率4大营全体将士向太子殿下致贺。三皇帝，你府上那对高原父子赞穆和格桑，这段时间辛苦了。金雕在天上跟了我3天，藏獒在山口守了3夜，都是好手。不过以后不用了，我跟他们主子谈过了，以后赞穆的雕替我传信，格桑的犬给我守门，三皇帝不会介意吧？好，好得很。这是本宫替朝廷还你们祖上的债。殿下，我们不要钱，我们跟着殿下打仗，跟着殿下。
主上，太子夺魁，咱们押的1万两，翻了好几番，醉安楼3年的营收都赚回来了。钱是小事，从今天起，月之氏押的就不是陈英了。他真的夺魁了。那个混蛋，运气不错。不是运气，他说过的，每一步都算好了。父皇找儿臣。太子啊，围猎的事儿办得不错。谢父皇。那个赌盘的事，儿臣押了5万两，一赔600。父皇打算什么时候兑？太子啊，你看，朕这个赌盘呢，本来就是跟百姓们闹着玩的。闹着玩的？对，闹着玩的。所以这个赔率嘛，3000万两，儿臣算过了。3000万，5万乘以600。父皇的算术不太好，儿臣帮您算了。太子，朕的国库1年税收才800万两，3000万，朕拿不出来。那父皇的意思是，要不朕给你封个亲王，再加良田万亩。父皇，赌场规矩，愿赌服输，您可是金口玉言。陛下，按实际注款统计，太子殿下那5万两是最大单笔，但其他百姓也有押了太子营的，总赔付金额大约1200万两。1200万，但国库目前只有……别说了，是。太子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儿臣不要3000万，也不要1200万，儿臣只要80万两，外加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花溪庄园旁边那3000亩荒地，朝廷的没主，批给东宫。80万两，加3000亩荒地，就这些。朕考虑考虑。父皇，考虑1天就够了，儿臣明天来取。这小子比他老子我还狠。殿下，80万两到手了，加上之前账上的6万8，围猎赏金10万，东宫总账96万8千两。殿下，您明明可以要3000万，要3000万，父皇就得跟我翻脸。80万，他心疼，但不至于急眼。更重要的是那3000亩荒地，花溪庄园旁边，连起来就是一片完整的基地，练兵、屯粮、造器械，全在眼皮底下，还不用进城。殿下打算怎么花这96万？30万养兵，30万造装备，20万存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剩下的16万，给安西军后代每家发安家费，100两一家，482家，4万8千两。剩下的给萧红英，让他去买战马。战马？300骑兵不能没有马。朝廷的马场被陈英的人管着，买不到，我另外想办法。你说的那位第一高手到了？到了，在后院找真太子的尸体呢。你就是那个混混。你就是第一高手。长公主嫁到大真，你不配。双儿，长公主，此人只是个地痞。地痞？本宫现在是太子，你家长公主是太子妃，你再说一遍，不配。百极国第一高手，本宫考考你。你知道本宫是怎么从大牢里把凌霄提出来的吗？与我无关。本宫让他在大牢门口砍了一个4品侍郎，然后皇帝来了，本宫说大牢底下有地道，挖出来真有。哼，巧言令色，武功不行，嘴倒挺利。本宫不需要武功，本宫有脑子。身上有钱吗？有一些。本宫去醉安楼谈笔生意，姑娘自便。青楼？你身为太子，竟然逛青楼？那咋了？正经生意。我跟你一块儿去，以防你做出有辱公主殿下的事。行啊，正好缺个端茶倒水的。挺香。你办完事，我再跟你算账。好了好了，
你正好保护一下他的安全。他一个流氓，死在外面才好。按清单买好了到醉安楼找我。殿下，这钱够吗？不够就想办法。这位是太子妃的贴身护卫，百劫国第一高手。殿下，他跟着您去醉安楼，他非要跟着，拦不住。那殿下保重。哎呀，公子来的正好，今日柳姑娘亲自出台献艺。公子，这位是？通房丫头，在外人面前叫公子。公子，不用包厢，大厅就好。本公子与民同乐。把这个交给你们花魁，告诉他看不懂没关系，交给掌柜的。还完账了没有？还没。那你什么时候还？不急，再听2首曲子。走了。完事了。没钱。好啊你他妈偷看本公子的通房丫头，还给他抛媚眼！少爷，我没有啊，是他先勾引我的。我？你们两个瞎说什么？双儿，本公子先走了，账你来结。姑娘，一共消费60两，您是现结还是抵押点什么？姑娘，下次再来玩啊！陈芳，你别动手，他有气要出。双儿，有话好说。60两，我的玉佩，我的外衫，全压在青楼了。你确实该打。本宫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，你把人丢在青楼，你知道我怎么回来的吗？走回来的。穿着内衬走回来的，光着脚，20里。哪曾想你这么老实，本宫补偿你。哼，补偿？本宫给你买把新剑。比原来那把好。你给我等着！他没想杀我，殿下怎么看出来的？他要真想杀我，第一脚就不会踹胸口，踹喉咙里。别装了，上次在大牢里你说被一个娘们儿算计，才进了刑部，那个娘们儿就是双儿。殿下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的反应。他踹我的时候，你拔刀冲进来，但你看见他之后，刀又收了回去。你不是打不过他，你是认识他。殿下说的对，他就是那个娘们儿。3年前，我在百济皇宫偷了一样东西，他追了我3000里，从百济追到大真，打了几百个回合，我眼看要赢，他不按江湖规矩，提前报了官，300官兵围上来。我打伤16个人，最后被擒。偷了什么？这把刀，他父亲的遗物，百济皇宫里最好的刀。这上面写的什么？不认识。百济文。这刀该还了。还？你欠他一个人情，他追你3000里，你偷了他爹的遗物，这笔账不清，他永远不可能真心替本宫做事。可是。本宫不需要你拿着一把刀明自己多厉害，本宫需要的是，你跟双儿之间别再有暗刺。好，我还。刀还你。偷了3年才还。那时候不知道是你爹的遗物，只听说百济皇宫最好的刀最好你就偷。
刀我收了，欠我的，算你没还完。还欠啥？一条命，你欠我一条命。一条命，这得怎么还？殿下夺魁了，妾身的赌注该兑现了。本宫来了，你选。月之氏选择与殿下合作。赞木和格桑已经从三皇子府撤出，金雕和藏獒都在醉安楼后院。醉安楼上下所有人，任凭殿下差遣。还有通往西域的商道，羌人在京城的暗桩，全部移交。交换条件。月之氏在大真的土地上生活，希望能得到殿下的庇佑。如果未来有机会，希望殿下能帮助我们复国。本宫答应你，但有一个前提。殿下请说。醉安楼以后归本宫，你继续打理。但青楼里的每一条消息，必须第一时间送到东宫。殿下是要把醉安楼变成情报站？本宫缺文官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是我的人。但你有商道，有暗桩，有羌人的耳目，这就是本宫的耳朵。月之氏七公主朵朵娜从今日起侍随殿下左右。草民赞木，见过太子殿下。草民格桑，见过太子殿下。好东西，以后金雕配给渊影的特战队做空中侦察，藏獒送进花溪庄园，交给萧红英训练。赞木父子的事，你安排，让他们光明正大的住进花溪庄园，对外就说是东宫新招的门客。兵1000人加特战队，钱96万两。情报：醉安楼加羌人暗桩，盟友：薛战、萧红英、朵朵娜，武力：林霄、渊影、双儿。赵无极，你手里有文官集团，我手里有兵、有钱、有情报。下一仗，该在朝堂上打了。陛下，土包在边境屯兵20万，西北形势紧迫，臣建议增兵边关，备战。臣附议，军方早就该增兵了。但是国库吃紧，围猎奖金10万两。太子东宫卫队扩编1000人，这些都需要银子。臣建议，东宫卫队的军饷由东宫自行承担。东宫卫队是朝廷编制，凭什么让太子自己养？太子有96万两，比兵部都有钱。另外，刑部侍郎空缺，臣推荐吏部侍郎张明远补任。臣附议。太子怎么看？靖国公说国库吃紧，敢问国库现在还有多少？国库上有400万两，但边关增兵需要400万两，够增兵。东宫卫队的军饷1年才3万两，靖国公连3万两都要跟本宫争。至于刑部侍郎的人选，本宫有个人选，大理寺少卿沈括。此人精通律法，青年正直，由他补任刑部侍郎，合情合理。沈括，他不过从4品，资历不够。李章死的时候，本宫杀的。那时候靖国公怎么不说资历不够？本宫杀了一个4品侍郎，现在补一个4品侍郎，靖国公不同意。刑部侍郎的人选，容后再议。东宫卫队的军饷由朝廷照拨，太子临朝第1天不要吵。臣遵旨。儿臣遵旨。殿下，赵无极今天这一刀，感觉不是冲着钱来的。我知道，他在试探。试探什么？试探父皇的态度。如果父皇同意让东宫自筹军饷，就说明父皇开始压制我了。那陛下没同意，说明父皇还没打算动我。但赵无极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下一刀会更快。殿下身边需要文官，没有文官，您在朝堂上永远说不上话。我知道，但文官不是一天能拉来的。赵无极经营了几10年，我连根毛都没有。
不过，有一个人，也许能帮上忙。谁？萧老夫人。她说过，认识一些质疑的老臣，门生还在朝中。安西军旧部里确实有几个老臣的后代，但都被文官集团压着，出不了头。出不了头没关系，只要他们在朝中，就是本宫的暗桩。殿下，今天大朝会的事儿外面传开了，有人说太子临朝第一天就跟晋国公对着干，胆子不小。还有呢？还有人说，太子说的对，李章是太子杀的，补个人选凭什么让赵无极定？贝离，明天本宫去萧府。殿下又要去萧家？这次不一样，上次是本宫求上门，这次是他们请我去的。父皇，儿臣要弹劾太子，私购生铁，图谋不轨。太子命东宫卫帅京超在城外多处铺子分批秘密采购生铁，累计3000余斤。按朝廷律法，私购生铁超过500斤者，需报备兵部。太子未报，这是何意？私购生铁3000斤，足以打造兵器数百件。太子这是要武装私兵。太子卫队已编入东宫，朝廷诏拨军饷，太子为何还要私造兵器？此乃谋逆之心，请陛下彻查。太子怎么说？三皇帝，你怎么知道本宫买了3000斤生铁？本宫让京超分批购买，不在同一家铺子。三皇帝能精确到3000斤，说明你一直在派人盯着东宫。上次在东宫后院挖尸，三皇帝承认安插眼线，父皇罚你跪了3天，这才过了多久？又来了。父皇，儿臣确实买了生铁，但不是用来造兵器，是用来造农具。农具？太子当满朝文武是傻子？儿臣在花溪庄园旁边新批了3000亩荒地，那片地是盐碱地，不长庄稼。儿臣要改良土壤，需要铁制农具翻地、开渠、修水车。3000斤生铁全部用于农事。太子说用于农事，可有证据？晋国公想看证据。这是儿臣亲笔画的，水车设计、开渠方案、铁犁图纸全在这里。晋国公要是看不懂，本宫可以一条一条给你讲。这水车是太子画的？是，儿臣在安西军旧档里读到过，西域屯田时，安西军就是用这种水车改良盐碱地，3000将士能守100年，不光靠打仗，还得靠种地啊。老三，太子改良荒地用于农业，你弹劾他私购生铁，证据呢？父皇，他说农用就是农用，万一什么？万一他造反？太子有1000卫队，你有1000卫队，朕有禁军2万，他拿什么造反？哼！上次在东宫安插眼线，朕罚你跪了3天，这次又盯上太子的采购，你是没长记性。儿臣知错。殿下，那水车图纸真是安西军旧档里的？不是，是本宫自己画的。殿下，赵无极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知道，他今天试探了一刀，没砍动，下一刀会更深。但本宫也没闲着，明天去萧府。国公爷，这图纸确实只是农用。这图纸的精细程度，工部那帮废物画不出来。那太子，他不是废物太子，从来都不是。体博那边快动了，到时候看他拿水车挡不挡得住铁骑。老夫人，殿下请坐。殿下写的那篇行军篇，老身看了7遍。老夫人觉得如何？老身嫁进萧家50年，跟老侯爷读过无数兵书。殿下这篇不是抄的，是误的。但老身有疑问，殿下从未上过战场，这些杖法从哪里悟来的？安西军旧档，本宫在东宫书房翻到的。殿下今日来，
不只是喝茶吧？老夫人上次传信说，认识一些知意的老臣。这3个人都是老侯爷在世时的旧交，如今都已致仕，但他们的门生还在朝中。第一位前兵部侍郎周恒，如今在城南养老，他门下有6个人在工部和兵部任职。工部和兵部。第二位前翰林学士陈渊，住在城西，他的门生散在翰林院和礼部。翰林院，那是文官的核心。第三位前大理寺丞宋文远，此人刚正不阿，当年因为得罪赵无极被罢官，他的门生在大理寺和刑部还有几个。这3个人能帮本宫做什么？他们自己出不了山，但门生可以。殿下不需要他们公开站队，只需要关键时候在朝堂上替殿下说一句话。1句话就够了。殿下不知道，赵无极在朝堂上横行几10年，靠的也不是所有人公开站他，靠的就是关键时候有几个人替他说话。老夫人的意思是，本宫不需要拉拢整个文官集团，只需要在赵无极的人堆里埋几颗钉子。殿下悟性不错，有一件事老身一直没问。殿下第一次来萧府时说过一句话：安西君为我大真戍边100年，朝廷欠你们的。老身想问，殿下打算怎么还？老夫人知道安西君最后是怎么没的吗？先帝年间，中原叛乱，安西军主力奉拯回援，偌大的西域只留下3000人。吐蕃联合10余国围城，3000人守了整整100年。父亲死了，儿子接起，儿子死了，孙子守城。安西军一次次求援，朝廷却没派去一兵一卒。3000人守到最后，等来的不是援军，是一封穿不过吐蕃封锁的褒奖诏书。本宫现在还不了这个债，但本宫可以保证一件事：安西军的后代不会再被朝廷遗忘。你们该有的编制、该有的俸禄、该有的尊重，本宫一样一样给你们挣回来。婴儿的命运，老身就托付给殿下了。老夫人放心。殿下，奶奶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托付这2个字，她连先帝都没说过。那本宫就不辜负这2个字。下一篇什么时候给我？赵无极，你在朝堂上经营了30年，我只需要3个人，就能在你的人堆里埋3颗钉子。西北边关急报，吐蕃大举出兵，侵吞西域36州全境，在边境屯兵20万。陛下，军方请求立即增兵西北。陛下，臣建议按兵不动。按兵不动？吐蕃都打到家门口了。陛下，吐蕃吞并西域36州是事实，但他们并没有越过大真边境。此时增兵，反而会刺激对方。臣附议。太子怎么看？儿臣以为2件事都要做。怎么说？第一，遣使入西域，但不是安抚，是刺探。吐蕃屯兵20万，是做样子还是真要打？不知道敌情就增兵，是盲目；不增兵就遣使，是软弱。2件事同时做才稳。第二，增兵，但不往边境增，往西北后方3个州府增，边关不动，后方布防，这样既不刺激吐蕃，又做好了第2道防线。增兵3个州府，
需要多少兵？至少5万。 5万兵的粮草军饷，国库只有400万两，5万兵增援3个州府，至少要100万两。儿臣出20万。太子说什么？东宫出一笔钱粮，用于西北增兵，不要朝廷还。太子，你哪来的一笔钱粮？围猎赌牌赢的，父皇赏的，加上儿臣省吃俭用，攒的。太子慷慨解囊。 老夫佩服，但20万两不够，还差80万，国库出。国库出80万，剩300万。如果吐蕃真打起来，300万撑不了半年。那太子的意思是，打仗不光靠银子，还得靠人。薛将军，如果增兵3个州府，需要什么样的兵？边军最合适，但边军已经在前线了，抽不出来。如果用精军呢？ 京军40年没打过仗，没打过仗不代表不能打，关键看怎么带。父皇，儿臣请旨，率东宫卫队1000人，便入西北增援训练。太子要带兵去西北，他一个太子，凭什么领兵？三皇帝，你在围猎里带了1000人，被本宫1000人全灭了。太子，你确定？儿臣确定。 东宫卫队刚在锦屏山打完士气正盛，1000人不多，但可以当种子，到西北跟边军混边，以战代练。容朕想想，退朝。你要去西北？嗯。你疯了！你一个假太子，带兵去打仗，万一露出马脚……打仗不需要露马脚，打仗需要的是赢。你拿什么赢？你连刀都提不动。本宫有林霄，有萧红英。 有特战队，还有1000个在锦屏山打过的兵。那百济国呢？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你留在东宫，双儿保护你。朵朵娜的情报网也在，有什么消息，第一时间送到前线。你答应过我，将来登基，保百济国一方安宁。我记得。那你走了，谁保我？ 本宫走之前，会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。父皇不会动你，他还需要太子来制衡陈应。赵无极也不会动你，他不想在这个时候给父皇借口。你只要安安当待在东宫，就安全。你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。朝堂上赵无极压着我，我翻不了身。只有去西北打一场胜仗，在军方站稳脚跟，才能真正跟他抗衡。那你带上双儿。 他不会跟我走，我会让他去。他保护我是职责，但我让他保护你。好，准太子率东宫卫队1000人，便入西北增援序列。太子要亲征西北，他不是废物吗？什么时候会打仗了？锦屏山那场你没看？1000人打7万人，太子赢的。太子要去西北，正好。国公爷怎么说正好？ 西北的吐蕃比锦屏山的混边军难打100倍，太子要是死在那里，省了老夫的力气。传话给边关的人，太子到了之后，给他安排点意外。是。半个月后，本宫带你们去西北。西北不是去玩儿，吐蕃20万大军压在边境。 我们去的是西北后方3个州府，增援布防，可能要打仗，也可能只是驻守。但不管哪种，你们给我记住一件事：活着回来，每一个都给我活着回来。萧红英，在。你带482人编为前锋营，你是前锋营主将。是。京超，在。你带500东宫卫队编为中军营，你是中军营统领。是。林霄，在。 韩龙特战队全员随行，你负责本宫的安全，还有本宫指到哪儿你打到哪儿。殿下指哪儿我打哪儿，这是老本行。渊影，殿下吩咐。你的毒，这次可以用，但只对敌人。小女子等这句话等了好久了。这是月之氏花了30年绘制的西域地形，吐蕃的兵力部署、补给线路、部落分布全在上面。你父亲
当年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战败的。月之氏的故土，在西域36州的西南角。吐蕃吞并后，族人逃进高原10年了。本宫去西北，不只是打吐蕃，如果有机会，本宫会帮你把故土夺回来。殿下保重。月之氏所有人在京城等殿下凯旋。你不用收拾，本宫有人。你的人只管打仗，其他的事我管。长公主让我随殿下去西北，你愿意？不愿意。但长公主说了，保护你是她的命令，我的职责是服从长公主。那到了西北，你听谁的？听你的。该带的都带了，不该带的白烦。万一你在西北也需要验身什么的，你在家也保重，有什么事找朵朵娜。我知道。你回来的时候，我给你炖汤。什么汤？飞龙汤，你在锦屏山上喝过的。等我回来。殿下，这是老奴给您备的干粮，路上吃。福巴，这么多，老奴怕殿下饿着。出发！殿下，西北苦，这个带着。好酒，我攒了3年的，就这一壶，喝完没有了。回来，请你喝更好的。传令4大营，所有将领加倍操练。将军，陛下没下令。不用陛下下令。太子在前线打仗，后方不能拉垮。西北来了。殿下，这就是凉州，西北3州府的第1站。是。城墙上就这点人，我看守军不到300。凉州守备叩见太子殿下。起来，城里什么情况？殿下，凉州守军800，但能打的不到400，其余都是老弱。粮草呢？粮草还能撑2个月，但军饷已经3个月没发了，弟兄们士气不好。吐蕃的兵最近的时候离这里多远？300里，他们的游骑兵经常过来探，我们不敢出去，出去就回不来了。进城。凉州城周长有多少里？回殿下，城墙周长12里，护城河枯了3年，没水。城外地形？北面是戈壁，骑兵能直接冲到城墙下。东面有一条河，也快干了。南面是官道，西面是山地。林守备，你这里有没有沙子？沙子？细沙，越多越好。城外戈壁上全是沙子，殿下要多少有多少。好，本宫要建一个东西，叫沙盘。这里是凉州城，北面戈壁，吐蕃骑兵的冲锋通道；东面干河，可以挖渠引水回护城河；南面官道，我们的补给线；西面山地，可以设伏。林守备，你守凉州几年了？6年。6年。你从来没想过挖渠引水回护城河？殿下，那条河离城5里，挖渠要500人干1个月，卑职只有400人，还要守城。现在不是400了，本宫带来了1000人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带前锋营挖渠，你带中军营修城墙，你的特战队去西面山地探路，找伏击点。殿下，这东西比地图好使多了。这叫沙盘推演，后世安西军旧档里有类似的东西。
殿下，这山里有路？有，吐蕃人不知道，但本宫知道，因为朵朵娜的地图上标过。殿下，这是吐蕃的布防图。是，本宫的情报来源，但这件事烂在肚子里。你把1000人全派去挖渠修墙，谁来保护你？林霄的特战队。特战队去西面山地探路了。那还有你，你知道本宫为什么带你来吗？长公主让我来的。不是，本宫向太子妃要你，是因为本宫需要一个能在暗处出手的人。林霄在明，你在暗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你怕的不是吐蕃，对，你怕的是赵无极安排的意外。对，他秦匡还死了，但他在边关一定还有棋子。本宫到了西北，那些棋子就会动手。我知道了，从今夜起，我守在你窗外。殿下，渠挖到一半了，但有个问题。说。河道比护城河高出3丈，直接挖渠，水会冲下来，把城墙根都泡烂。所以要建水闸，渠开到城外50丈处，建一道水闸，平时关着，需要时打开，水灌进护城河。不需要时关上，护城河的水也不会流失。水闸用什么建？石头和糯米浆，跟修城墙一个配方。城墙修到什么程度了？北面城墙已经补完了，南面还差一段，糯米浆不够了。派人去后方州府买糯米，别省银子。殿下，西面山地探完了，这里，3处隘口。吐蕃骑兵如果从北面戈壁冲锋，打不进城，就会绕到西面山地找路。这3处隘口，只要各放50人，就能堵住。堵住之后呢？堵住之后，从上面滚石头。好。特战队分3组，每组6人，带3天干粮，埋伏在隘口上方。吐蕃人不来，不动；来了，等他们进到峡口中间再动手。水闸，他怎么什么都会画？不够，再深2尺。殿下，地下是岩石了。岩石就用火烧，烧透了泼冷水，石头会裂。走。殿下，这办法谁教的？安西军旧当。这安西军旧当这5个字像万能钥匙，什么打不开的锁都用它开。殿下，喝碗汤吧，您3天没好好吃饭了。林守备，你在凉州6年，吐蕃的游骑兵一般多少人来？少则10几个，多则上百，抢完就跑，我们追不上。他们骑术太好了，他们的马比我们的好得多。高原马耐寒耐跑，我们的马在戈壁上追2里就喘。如果他们不来抢，而是直接攻城呢？攻城？他们从来没攻过凉州。以前不攻，不代表以后不攻。吐蕃吞了西域36州，下一个目标就是大真的西北3州。本宫问你，如果吐蕃派1万人来攻凉州，你能守多久？3天。3天，本宫要把它变成30天。殿下，吐蕃的游骑兵今天来了3波，每波10来个人，在城外5里处转一圈就走了。在侦查，他们已经发现凉州多了人。要不要追出去砍了？不，让他们看，让他们看到我们在挖渠修墙，让他们觉得我们只会守。殿下想让他们攻城，我想让他们觉得凉州不堪一击。等渠挖好了，水闸建好了，城墙修好了，他们再来攻，就会撞到铁板上。殿下，这叫什么？诱敌深入。殿下，渠挖完了，水闸也建好了，什么时候开闸？等什么？等上游放水。上游的河都快干了，
哪儿来的水？本宫派人去上游了。3天前。这位将军，你们是怎么知道上游有水的？这条河干了3年了。没干，只是水都渗到地底下了。太子殿下说，只要在上游窄处筑坝，截住渗水，3天就能积够1次的水量。太子殿下还懂水？太子殿下什么都懂。开坝！开闸！殿下，3年了，这条河干了3年。不是河干了，是没人去上游截水。殿下，水来了，护城河满了。这只是第一步。殿下，吐蕃游骑兵今天来了5波，比昨天多2波。他们在加紧侦查。他们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我们在挖渠、修墙、灌护城河。那他们会觉得我们在加强防御。加强防御说明我们怕了，怕了就是软柿子。软柿子里面藏着刀。对，他们越觉得我们怕，就越容易犯一个错。什么错？轻敌。你通知萧红英和京超，所有人进入战备。殿下，3000人，我们只有1400。够了。城里的人听着，打开城门，投降不杀，不降不成。特战队到位了没有？3组人全在西面山地的隘口上方。殿下一声令下，滚石就下去。还不到时候，等他们攻城。你过来，本宫有话跟你说。你是什么人？大真太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子，大真的太子在这种破城。本宫在这里，这城就不破。哈哈哈哈哈！3000人攻你一座破城，够了。你有多少人？你攻上来就知道了。殿下，为什么要跟他说话？拖延时间。拖延什么？拖延他思考的时间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座城不堪一击，越让他这么想，他攻城的时候就越不仔细。他一定会先派轻骑冲护城河，护城河刚灌了水，不深，但马蹄会陷。轻骑一陷，后面重甲骑兵就会堵在河岸边，那时候弓箭属齐射。殿下，你从一开始就算好了？挖渠的第1天就算好了。放！重甲骑兵冲！踩过去！京超，南面和东面有没有动静？没有，吐蕃全部兵力都在北面。好，萧红英带100人从西门出城，绕到吐蕃后方。殿下要断他们后路？不，你不用断后路，你带100人冲出去，从侧翼射一轮箭就跑，让他们以为我们要包抄。记住，射完就跑，不许恋战。侧翼有伏兵，全军后撤！重甲骑兵再冲一次！撤！殿下，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殿下，他们退了。这次退了，下次会来更多人。弟兄们，今天打得好，但别高兴太早。吐蕃会报仇，我们要在下一波来之前，
把城墙修得更厚，护城河挖得更深。西面山地的伏兵，他们发现了，下次不会再走那条路。那下次换条路埋伏。对，跟本宫学暗语，就是为了这个。每次换个位置，每次换个打法，让他们永远猜不到我们下一步。林守备，你手下这400人，有多少是凉州本地人？回殿下，大约200，另外200是从别处调来的。调来的那200，谁批的？兵部3年前补的缺。京超，在。这200人，查，一个一个查，查他们的来历、家眷，平时跟谁来往，重点查有没有人跟城外吐蕃有联系。殿下怀疑有内鬼。吐蕃3000人来攻凉州，他们知道凉州守军不到400，这个情报不是游骑兵能探到的。殿下的意思是，城里有人给吐蕃送了情报？不只是送情报，本宫在城外挖渠修墙，吐蕃第2天就知道了。他们来得这么快，一定有人给他们传了信。你看这个，是标记，江湖上用的。此处有岗哨，2人换岗在子时。谁刻的？不是我们的人。这种标记是江湖暗语，但大真军中不用。那就是吐蕃的人，或者赵无极的人。从今晚起，你不用守着我了。殿下，本宫需要你做一件更重要的事，暗中监视那200个兵部调来的人，谁半夜出营，谁跟城外有联系，谁在墙上刻暗号，全部记下来。3天之内，给你答案。殿下，渠挖好了，水闸建好了，城墙北面补完了，下一步干什么？吐蕃退了3天，但没走远，他们在10里外扎营。他们在等什么？等援军。3000人打不进来，他们会调更多人。本宫估计，他们下次来至少5000。5000，我们守得住吗？守得住，但光守不够，本宫要反击。怎么反击？本宫需要你做一件冒险的事。殿下说。本宫要你带200人出城。出城？吐蕃的营地在北面10里，他们的补给从西北方向的戈壁运来。本宫要你带200骑绕到吐蕃后方，截他们的粮道。200人深入戈壁？不深入，只截粮道，截完就跑，不许恋战。吐蕃的粮草一断，5000人也得退。殿下，这条粮道有多长？从吐蕃后方到他们的营地大约80里。你带200骑走西面山体绕过去，避开他们的游骑兵，3天往返。殿下，这事儿我能干，但有个条件。说。我要带上赞木的藏獒。你倒是会用人。用狗。殿下，特战队在西面山地又发现了3处吐蕃游骑兵的踪迹，他们没走那条路，但在附近转悠。殿下，查到了。200个兵部调来的人里，有3个不对，一个叫赵四，一个叫刘三，一个叫孙六。3人每夜轮值时都会在城墙上刻暗号，暗号内容是凉州的兵力部署和换岗时间。3个人够吗？不止3个，他们3个只是棋子，背后还有人，但我还没查到。先不动他们。不动？动了他们，背后的人就会藏起来。本宫要的是把整条线都揪出来。你带人暗中盯着那3个人，看他们把情报传给谁。传信的人才是本宫要的。殿下要抓活的？当然活的，死了的棋子问不出话。萧红英在。本宫再说一遍，截完就跑，不许恋战。殿下说了3遍了。因为本宫怕你不听话。殿下放心，我又不是凌霄，我不砍人脑袋。
小姐，30辆牛车全是粮草，押运50人。50人，200打50，够了。等牛车走到沙丘中间，两侧齐射，射完放火烧粮，烧完就跑。放！烧！走，回去！将军，粮队被劫了，30车粮草全烧了。谁干的？不清楚，看箭时是大真军制式弓箭，约200骑。200骑，敢深入戈壁劫我的粮道！将军，粮草只够5天了，如果不补充，撤！粮道断了，攻不了城，派人回后方调粮，至少要10天。10天里，3000人在这里吃什么？吃沙子！城里那个太子，不是传闻中的废物。那个从排水沟钻出去送信的人，查到了没有？查到了，他叫孙二，是城里一个卖布的商人，从排水沟钻出去，跑到城外3里处的一个土包后面，把一个竹筒埋在石头底下。竹筒里是什么？没动，殿下说不动，我就没动。但我记住了埋的位置。好，今晚双儿去，看看里面写了什么。还有那3个刻暗号的士兵，赵4、刘3、孙6，背后是谁在指挥？跟到了孙二，但孙二背后还有一层。他每次埋完竹筒，会到城东一家面馆吃面，面馆掌柜是个哑巴。哑巴？不会说话，但我蹲了3天，发现面馆掌柜每天打烊后，从后门出去，走到城东一座废弃的土地庙里。庙里有一只信鸽，信鸽飞到城外，飞到吐蕃，也飞到京城。殿下怎么知道飞到京城？因为赵无极在凉州埋的棋子，不可能只跟吐蕃通信，他一定同时给京城送情报。本宫在凉州的一举一动，赵无极全知道。先把信鸽灭了，然后抓面馆掌柜。不要惊动那3个士兵，让他们继续刻暗号，但暗号内容，从今天起由本宫来写。殿下要为假情报？对，赵4刻的暗号，以后全是本宫编的。本宫让吐蕃以为凉州只有800人，实际上有1400。本宫让赵无极以为太子在凉州只会守，实际上本宫在劫粮道、修工事、练伏兵。殿下，这比砍人有意思多了。你叫什么？别装了，你不是哑巴。本宫查过你，3年前从外地来凉州开面馆，没有家眷，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。一个开面馆的，3年不涨价，不赚钱靠什么活？本宫知道你不是吐蕃人，你是大真人，你是赵无极的人。赵无极安排你在凉州，就是为了监视西北的军情。吐蕃打来了，你给京城送信；太子来了，你也给京城送信。你那只信鸽飞到京城晋国公府，本宫不杀你，但本宫需要你继续送信。你要我继续送信？对，你继续给京城送信，但内容本宫来写。赵国公不会发现？他发现不了。你送的信一直是暗语，暗语只有你和赵无极看得懂。本宫已经学会了你的暗语，以后每一条情报都是本宫编的。你要我写什么？写太子在凉州只会守城，太子胆小怕事，不敢出城迎战。太子的1000人在修城墙，因为怕了。
让赵无极觉得本宫是个废物，让吐蕃觉得凉州不堪一击。等他们都这么想了，本宫再动手。殿下，吐蕃退了5天了，斥候报告，他们退到了80里外。再等粮草补给。那我们趁这个时间，本宫要建第2道防线。城墙是第1道，城内本宫要修一道内墙。万一外墙被破，还有内墙可守。内墙用什么修？土袋，沙土装进麻袋，一层一层码起来，外面糊上泥浆，硬度够用。殿下，城里的百姓听说太子打赢了第1仗，很多人来报名帮忙修墙。凉州百姓苦吐蕃久矣，游骑兵经常来抢粮抢人，百姓恨透了。听说太子带兵打退了3000人，全城都沸腾了。让百姓帮忙，但只干力气活，搬沙袋或泥浆，不要让他们上城墙。城上是军人的事。是。殿下，凉州的百姓等这一天等了6年。你在写信？给谁？太子妃。让信使走朵朵娜的商道，绕过赵无极的耳目，送到东宫。是。只给太子妃1个人。如果直守，永远赢不了。要赢，就得攻到他们家里去。殿下，前排是重甲骑兵，至少2000，后面全是轻骑。重甲骑兵打头，说明他们上次吃了亏，这次要硬冲护城河。护城河能挡住重甲骑兵吗？挡不住，重甲马高力大，护城河的水深不够。但本宫没打算靠护城河挡住他们。京超，北门外的壕沟挖好了没有？挖好了，3道壕沟，上面盖着木板和沙土，看不出来。重甲骑兵冲过来，第1道壕沟线前排，第2条线中排，第3道线后排，3道沟全部线完，重甲骑兵就变成了废物。然后，弓箭手齐射。重甲骑兵冲！殿下，他们过河了！等，再等，再等。放！轻骑从2侧绕过去。全军冲城墙，踩也踩平他！就是现在，开闸！撤！全军撤退！殿下，6年了，6年了，吐
伯从来没在凉州吃过这么大的亏。8000退了，下次呢15000。殿下，我们赢了，您怎么不高兴？光靠手赢不了一场战争，我们得攻出去。殿下，喝碗汤，您救了凉州。大娘，您家里有人当兵？我儿子6年前守凉州死了，他死的时候才19，跟殿下身边那个林霄差不多大。大娘，本宫向您保证，凉州不会再丢人了。吐蕃退到了80里外，他们在等后方的增援。根据朵朵娜的情报，吐蕃从西域调兵，至少要1个月。1个月，本宫要把凉州从守得住变成攻得出去。殿下要反攻？不是反攻，是出击。吐蕃退到80里外，他们的粮道更长，补给更难。本宫要派小股骑兵不停骚扰他们的粮道，让他们疲于奔命。又让我去轮换，你、京超、林霄3人轮换出击，每次200骑，打完就跑，让他们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从哪个方向来。殿下，这是什么战术？此为游击战，安西军旧党里记载的，核心为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又是安西军旧党。赵国公会不会起疑？上次送的信也是太子只会守城。不会，本宫每次都稍微改一点内容。这次写兵不满千，士气低落；下次写粮草仅够半月，一点一点加，让赵胡吉觉得凉州在慢慢崩溃。殿下，如果赵国公发现我叛变了，他不会，因为你送出去的每一条情报都是本宫精心编的，也是赵无极以为本宫应该发生的情况。你不怕他真的偷偷给赵无极送真情报？不怕，他发信的时候我在盯着。再说他的命和家业都在凉州我的手中。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。他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？半个月，萧红英出击4次，京超出击3次，林霄出击2次。吐蕃的粮道被劫了7次，他们的补给已经断了。殿下，吐蕃开始后撤了。斥候报告，他们的大营往北移了30里。还不够，他们还在等援军。本宫要打这里。石堡，那地方。吐蕃的粮草中转站，所有从西域运来的粮草都先到石堡，再分发给前线。石堡一断，吐蕃在西北的补给线全断。石堡有多少人守？朵朵娜的情报，500人，但石堡建在戈壁高处，3面是悬崖，只有一条路能上去。一条路，强攻就是送死。所以不强攻。林霄，你的特战队从哪儿上去？正面那条路是给别人看的，3面悬崖，总有一面能爬。对，本宫要你带特战队从悬崖爬上去，跟锦屏山一样。北面悬崖高约20丈，比锦屏山矮多了。岩壁比锦屏山好爬，有裂缝，有凸起，但上面有哨兵。几个？2个，在北面墙头上，换岗间隔约1刻钟。重弩带了没？带了，组装要半刻钟。够了。趁换岗的间隙，组装、射击、攀爬，一气呵成。角度35度，目标15丈处横风。放！
放下武器，降者不杀。殿下说了，石堡拿下来之后，把粮草全部搬走，一面旗帜都不许留。这些东西够凉州吃半年。太子殿下率东宫卫队1000人抵达凉州后，修城墙、挖火成河、建水闸，半月内击退吐蕃3000骑，后又截断吐蕃粮道7次。半月前，吐蕃增兵至8000。太子以1400人据守凉州，以壕沟、水攻、伏击3战3捷，歼敌2000余。随后，太子派特战队夜袭石堡，焚毁吐蕃粮草中转站，吐蕃全军后撤，西北之围暂解。陛下，太子殿下是大真之幸。太子1000人，打退了8000。是。捷报上写的清清楚楚。朕不是在问你，朕是在消化这件事。朕的儿子1000人打退8000，收复石堡，断吐蕃粮道。传旨，太子西北攻城，加封太傅衔。东宫卫队赏银5万两。凉州守军全员升1级。外公，他赢了，他赢了！1000人打8000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不是1000人，是1400人，加上凉州守军400，实际是1800人。捷报上写1400，他已经学会了爆勺，他还学会了劫粮道、夜袭、伏击、推演。这些不是安西军旧党能教出来的。这个人已经不是以前的太子了，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得多。那怎么办？他在西北立了功，父皇对他更看重了。冷静。他赢了一场，但西北没完。吐蕃退了，还会再来。他在西北待得越久，离京城就越远，京城才是真正的战场。他不在京城的时候，我们做2件事：第一，把刑部侍郎的位置拿下；第二，拉拢军方中间派。薛战是铁了心跟他了，但4大营的主将不一定都是。外公，能不能在西北给他安排意外？安排意外？老夫安排过了。秦阔海的人全被林霄清了。我们在凉州城里的暗桩已经被他反过来利用骗了我们。不要在西北动他，他现在比在京城更难对付。长公主，太子在西北打了大胜仗，局势已经稳定，让我给您带信回来。他写安好勿念，就4个字。殿下不是擅长写文章吗？怎么写信就4个字？4个字够了。安好就是他还活着，勿念就是让我别担心，他活着，这就够了。盐碱层有2寸厚，底下是黄染，能种东西。殿下，这片地荒了几10年了，凉州人都说种啥啥死。那是因为没人翻过，盐碱层不破，底下的土再好也用不了。殿下，老汉种了一辈子地，这地就是石头也长不出苗。老人家，你种地用不用粪肥？粪肥，那得喂牲口才有。
凉州连人都吃不饱，哪儿来的牲口？本宫教你一个办法，不用粪肥，用绿肥。先翻地，把盐碱层翻到下面去，好土翻上来，然后种一茬苜蓿。苜蓿耐盐碱，长得快，长出来之后翻进土里烂掉，就是最好的肥料。一茬苜蓿顶3000斤粪肥。苜蓿当肥料，那不是喂马的草吗？喂马是苜蓿，翻进土里，它就是肥料。本宫看安西君旧纲里写过，西域屯田时，安西君就是这么改良盐碱地的。本姑娘是来打仗的，不是来种地的。大爷，这个深度够不够？再深2寸，底下的盐碱要全翻下去。告诉弟兄们，这片地翻完，种上苜蓿，3个月后，这里就是良田。凉州以后不用靠后方运粮了。打仗打的是粮，吐蕃为什么退？粮道断了。本宫为什么能守？石堡的粮草搬回来了，但那些粮吃完就没了，只有自己种才是长久之计。殿下，您是不是把打仗和种地看成一件事了？本来就是一件事。兵法说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本宫不过是把顺序反过来了，先种粮草，再动兵马。殿下，朵朵娜那边来的消息，吐蕃退回西域后，内部出了问题，几个部落因为分粮的事打起来了。好消息，吐蕃内部不稳，短期内不会再犯凉州。但他们会修好石堡，或者建一个新的中转站。本宫要趁这段时间，把凉州变成铁桶。你的特战队，本宫要分出一半人，化整为零，潜入西域，侦查吐蕃的兵力部署、部落分布、内部矛盾，所有情报通过朵朵娜的商道送回凉州。殿下要建情报网？对，朵朵娜在京城有醉安楼，本宫在西北也要有眼睛。你不睡觉？睡不着。为什么？本宫在想，吐蕃退了，父皇会召本宫回京吗？你不想回去？不想。回京就得跟赵无极在朝堂上打嘴仗。本宫在西北，有兵有地有粮，在京城什么都没有。但长公主在京城，你写了“安好勿念”4个字，她看了3遍。她让我告诉你，汤已经学会了，等你回来。知道了。殿下，吐蕃来人了，举的白旗是使者。来的比本宫预想的快，放他进来，但不许带武器，带2个随从，够了。吐蕃大王使者见过大真太子殿下。坐，喝茶吗？多谢殿下。殿下好茶。说正事吧，你们大王派你来，什么事？大王说，此前吐蕃与大真在西北发生误会，大王不愿2国交恶，愿与大真划界而治。划界？怎么划？西域36州已归吐蕃，大真的西北3州归大真，双方以凉州以北100里为界，互不侵犯。西域36州原来是安西军的主地，30年前被你们吞了，现在你说归吐蕃？殿下，西域36州已归吐蕃30年，安西军已经不存在了。本宫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们大王真的想和平，还是在等援军？殿下多虑了，大王诚心议和。诚心议和？为什么你们的大军还没退过边境线？大军后撤需要时间。本宫的斥候报告，你们在石堡原枕以北50里处建了新堡，名字叫铁门关，守军1500。你们在建新堡同时派使者来谈和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边谈边建。谈是假的，建是真的。等新堡建好了，你们就不谈了。
本宫替你们大王翻译一下他的意思，给我半年时间建好铁门关，建好了，我再来打你。殿下，大王确实有诚意，但大王也有底线。如果大真不接受，不接受，本宫替大真皇帝回你一句话：西域36州是大真的故土，现在被你们占着，不代表就是你们的。本宫不谈划界，要谈退兵。你们退回30年前的边境线，一退就好说，不退，本宫在凉州等你们。殿下，大王说了，如果大真不接受划界，吐蕃下次来凉州的就不是8000人了。来多少？3万。3万，本宫也接着。你来一个，本宫打一个；来2个，打一双。殿下，你把他怼回去了。吐蕃真来3万怎么办？3万是吓人的。吐蕃内部不稳，几个部落因为分粮在打架，他们凑不出3万。但本宫不能赌，万一他们真凑出来了，凉州1400人扛不住。那怎么办？扩军。本宫要上书父皇，在凉州招募新兵。凉州百姓苦退波久矣，只要给粮给饷，报名的人能从城门口排到戈壁。本宫要建一支凉州军。陛下，太子在西北请旨招募新兵3000，臣以为不妥。为什么不妥？太子已有东宫卫队1000，若再募3000，就是4000人，加上凉州守军，太子手里就有5000兵。一个太子手握5000兵马，远在西北，天高皇帝远。太子在西北打仗，打仗不要兵。吐蕃8000人来犯，1000人守住了，下次来3万呢。薛将军急什么？老夫只是提醒陛下，兵权不可轻受。何况太子在凉州开荒种地，一个太子种地，这是太子该干的事吗？太子说，他种的地明年能供军半年。陛下，太子种地是真的，但供军半年是夸大。盐碱地能种出粮食来，臣活了70年，闻所未闻。赵爱卿，你活70年，见过几个太子亲临前线打仗的？朕也没见过，但太子打了，还赢了，1000人打8000，朕活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。太子的请旨准，凉州招募新兵2000，不是3000，2000，多一个都不行。陛下圣明，但臣还有一事。说，太子在西北已数月，京中事务繁重，太子妃一人在东宫，诸多不便。臣建议陛下召太子回京述职，西北之事交由边军处理。太子在西北刚站稳脚，你就要他回来？吐蕃还没退干净。西北有边军，太子不是边军将领，他是太子。太子的职责是在京城。够了！太子的述职容后再议，扩军2000准。种地的事，朕想看看明年能不能长出粮食来。外公，父皇准了扩军2000，太子手里很快就有将近4000人。冷静！我怎么冷静？你刚才在朝堂上说要召他回来，父皇根本不听。因为时机不对，太子刚打了胜仗，民心所向，这时候动他，陛下不答应，百姓也不答应。但是太子不回来，有一样东西他碰不到。什么？朝堂。他在西北种地打仗，京城的官他一个都安排不了，刑部侍郎的空缺还在那儿。只要我们的人坐上去，太子就算有4000兵，也只是在西北有4000兵。
京城的律法、人事、财政全在我们手里。你明天上朝推荐张明远补刑部侍郎。这次老夫已经跟六部打过招呼，不会再像上次一样被太子搅局了。那军方呢？军方薛战铁了心跟他，但4大营的主将风葵跟薛战一条心，其他3个不一定。你去见见白虎营的牛魁。牛魁？那头蛮牛？他跟薛战最久，但他的脾气最容易被利用。你告诉他，太子在西北扩军用的是朝廷的银子。朝廷的银子就是百姓的税，百姓的税养了太子的兵，那军方呢？军方的饷银什么时候涨过？挑拨军方和太子的关系？不是挑拨，是提醒。提醒他们，太子有了兵，不等于军方有了好处。太子的兵是太子的，不是薛战的，更不是4大营的。长公主，赵无极今天在朝堂上想召殿下回京，陛下没答应，但准了殿下扩军2000。赵无极散朝后跟陈英密谈，陈英明天要推荐张明远补刑部侍郎。另外，陈英要去见白虎营主将牛魁。牛魁？他跟薛战最久，陈英去见他，想挑拨军方和殿下的关系。殿下在西北打仗，后方有人在挖墙脚。双儿，替我写一封信，走朵朵那的商道，送凉州。写什么？赵无极要拿刑部侍郎，陈英要挑拨牛魁，殿下必须知道，后方不安全。他在前面关注战事，我在后面替他看着家。太子上了份奏折，请旨给京城周边军队涨饷3成。太子说，军方久无战事，饷银多年未涨，将士们日子紧巴，该涨了。太子在西北打仗，还惦记着咱们的饷银，3成啊！一个月多拿3成银子，够给我家婆娘扯2匹布了。陛下，国库吃紧，太子在西北扩军2000，已经多了一大笔开支，再涨饷3成，国库扛不住。父皇，儿臣以为晋国公说的对，国库的银子要花在刀刃上，涨饷的事容后再议。容后再议，议了10年了，军方弟兄们穷得连过年都吃不起肉。太子在西北替大真挡吐蕃，回头替军方说句话，你们就说容后再议。薛将军，老夫不是反对涨饷，是国库没有银子。太子在西北开荒种地，他自己说的，明年产粮供军半年。那太子的军队有粮了，朝廷的军队呢？银子从哪儿来？太子在奏折里写了凉州开荒3000亩，明年产粮。如果产粮成功，这个法子可以推广到边军所有屯田，粮省了，银子就省了，省下来的银子涨饷。朕准了，京城周边军队涨饷2成，从下月起执行。陛下圣明，末将替4大营全体将士谢陛下。外公，涨饷2成，太子一份奏折就办成了。牛魁那边不用去了。什么？太子用一份奏折把军方的心全收了。你再去跟牛魁说，太子的兵是太子的，不是军方的，你觉得他听吗？他刚涨了2成银子，他感谢谁？那刑部侍郎张明远的事，明天再提。今天陛下心情好，不要扫兴。太子在西北，手伸到京城来了。他的情报是怎么绕过了兵部，绕过了驿站，直接到御书房？这个得查。他在西北，一份奏折就把赵无极的棋给破了。殿下的奏折走的是朵朵那的商道，赵无极查不到来源，
但他一定会查朵朵娜。我知道，所以朵朵娜那边要加强防范。怎么防？醉安楼是殿下的情报站，不能暴露。但赵无极如果真去查，他会查到醉安楼跟羌人商队的关系，这一层挡不住。挡不住就不挡，让他查，查到醉安楼跟羌人有关系又怎样？一个青楼掌柜跟西域商人做生意不犯法，但如果查到朵朵娜的真实身份，查不到。朵朵娜的身份只有殿下和我们知道，赵无极能查到的只是一个跟羌人做香料生意的女掌柜。替我给殿下写封信，就说长想的事成了。赵无极在查朵朵娜，让他放心。京城这边我看着。铁门关，吐蕃新建的粮草中转站，建在石堡原址以北50里，守军1500，三面悬崖，跟石堡一样。又爬崖？不，这次不爬。石堡那次，吐蕃没防备，现在他们知道我们会爬崖了。铁门关的悬崖上一定布了哨，再爬就是送死。那怎么打？本宫要造一样东西，主管装满火药，前面塞棉布，后面留引芯，点着引芯，火药燃烧，棉布喷出来，就是一根喷火管，射程约20丈。殿下，这是何物？我叫它龙吐水。主管、火药、棉布、凉州全有。殿下，这东西能烧什么？什么都烧，粮草、帐篷、木墙。铁门关是石头建的，烧不了。但粮草是干的，一烧就着。点火！殿下，这东西比火箭猛10倍。殿下，这东西能不能多造点？能。火药的配方本宫会给3副，主管让工匠赶制，10天之内本宫要100根。铁门关的粮草全靠这东西了。打铁门关分3步，第1步，萧红英带300骑从正面佯攻，不需要打进去，只需要吸引守军注意力，打半个时辰就撤。第2步，林霄带特战队从侧翼摸到铁门关的粮仓附近，用龙吐水烧粮。铁门关有5座粮仓，每座20根，全烧。第3步，粮仓一烧，守军必乱。萧红英再从正面杀回去，里应外合，拿下铁门关。殿下，铁门关1500守军，我们总共才1400人，就算里应外合，兵力还是不够。不需要全面，粮仓一烧，守军就没饭吃了，没饭吃，他们自己就跑了。等信号。殿下的特战队到位之后，会放一支响箭。救火！粮仓全着了！出城杀出去！降不降？
本宫要的不光是粮，还要整个铁门关。铁门关比石堡大3倍，3面悬崖，1面是路。本宫要把它变成大真的据点，以后吐蕃的粮道从凉州到铁门关，全在大真手里。殿下，铁门关拿下的消息要不要送京城？送，但这次不写捷报，写请旨。请什么旨？请旨，在铁门关驻军，把铁门关改成大真西北前哨。凉州守军抽500人驻防，加上新招的2000兵，铁门关以后是大真的。殿下，陛下会准吗？铁门关在吐蕃腹地边缘，驻军等于把刀架在吐蕃脖子上。本宫就是要这把刀，吐蕃不老实，刀就往下压；老实了，刀就抬一抬。你写2封信，一封走朵朵那的商道送御书房，一封送薛战，让他知道太子在西北又往前推了一步。你叫什么？葛桑堆。你手下800人，本宫不杀，粮草烧了，但本宫不会让你们饿死，给你们3天干粮，回你们大王那里去。你放我走！放你走，但本宫要你带一句话给你们大王，就说大真太子在铁门关等他，他来多少，本宫接多少，他不来，本宫就去找他。太子殿下，记住了。殿下，放走800人，会不会留后患？不会，他们没粮、没甲、没马，走回吐蕃腹地要10天，我只给他们3天粮，10天里，他们只会想一件事。什么？吃饭。老汉活了60年，头回见这片地长出东西来。根上有根瘤，这是固氮的，翻进土里就是天然肥料。再过1个月，翻地，种冬麦，明年开春就有粮食了。殿下，你到底是从哪儿学的这些？安西军就到。又是安西军就到。我现在怀疑，安西军是不是还会造飞天木鸟？不会，但他们会种地。3000人守西域100年，不种地早饿死了。殿下，2000新兵，凉州本地人1200，周边州府来的800，体能参差不齐，但士气很高。叫什么？回殿下，叫李石头。多大了？17。为什么当兵？俺爹被吐蕃人杀了，俺要报仇。好，但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来报仇的，你是来守凉州的。报仇是私事，守城是公事，公事在前，私事在后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本宫定3条规矩：第1，不抢百姓一针一线；第2，不逃；第3，听令。做到这3条，本宫保你们活着回家；做不到，军棍伺候。铁门关驻军500，凉州守军1400，新兵2000，加上特战队，本宫手里现在有4000人。凉州到铁门关80里，这80里，本宫要修一条路。修路？不是石板路，是土路，用碎石和泥浆铺，能跑马，能走车。凉州的物资1天就能到铁门关，铁门关的军情半天就能回凉州。殿下，修路要多少人？1000人，20天。殿下，吐蕃不会看着我们修路，所以你带特战队在修路期间巡防。吐蕃的游骑兵来了，打回去；不来，让他们看着。路修好了，凉州和铁门关就是一体的。吐蕃想打凉州，先过铁门关；想打铁门关，凉州1天就到。2座城互为犄角，吐蕃啃不动。京城的信。赵无极在查朵朵那，查到了醉安楼跟羌人商队有关系。
但没查到朵朵娜的真实身份，暂时安全。另外，赵无极推荐张明远补刑部侍郎，陛下已准。刑部又是赵无极的人了。殿下在西北打胜仗，京城的官还是一个都安排不了。不急，本宫在西北先把兵练好，把路修好，把粮种好。等本宫回京的时候，带的不只是捷报，是一支军队。你什么时候回京？等父皇召。如果他不召呢？那本宫就自己回去。长公主让我告诉你，她学会炖飞龙汤了，但她找不到飞龙。凉州有，等他来，本宫给他抓。太子西北攻城，着急回京述职。西北军务交由凉州守备临安暂领，铁门关驻军交由东宫卫金超暂领。殿下，陛下召你回京了。那我们呢？你们留下，萧红英守凉州，金超守铁门关。凌霄的特战队分2半，一半留凉州，一半跟我回京。殿下，回京之后呢？回京，该跟赵无极算账了。殿下放心，凉州丢不了。殿下，卑职一定守住凉州。殿下，老汉给您带了点干粮，路上吃。好吃，比京城的饼有嚼劲。殿下，明年这片地就能种麦子了。等殿下再来凉州，老汉给您包饺子。等我回来。殿下，殿下在西北打了3个月，老臣在京城里一天都没睡踏实。薛将军，长饷的事收到了。收到了，两成。弟兄们都念殿下的好。但京城里不太平，赵无极趁殿下不在，拿下了刑部侍郎，张明远已经上任了。另外，他在拉拢4大营的中间派。牛魁没被拉走，但另外2个营的将领态度暧昧。我知道，太子妃都告诉我了。薛将军，本宫先回东宫，明天早朝见分晓。我回来了。凉州种的，本宫答应你带回来。你瘦了。凉州的饭不好吃，我炖了汤。飞龙汤？没有飞龙，用母鸡炖的。太子，西北的事朕看了奏折，做得不错。谢父皇。述职的事回头再说。陛下，臣有本。太子离京期间，臣推荐张明远补任刑部侍郎，陛下已准。但太子此前曾推荐大理寺少卿沈括，2个人选，一山不容二虎。靖国公说的对，一山不容二虎。但刑部侍郎的位置只有一个，张明远占了，沈括去哪？那是陛下的事。本宫有个提议，沈括不去刑部，去大理寺升大理寺卿。大理寺卿，那个位置空了半年了，没人补。本宫推荐沈错补上去。靖国公有意见吗？臣无意见。准。父皇，儿臣在西北期间，听闻京军4大营有些将领对朝廷心存不满。不满的原因，饷银。虽然父皇已经准了长饷2成，但4大营的装备、补给、升迁，多年没人管。殿下说的对，4大营的甲胄10年没换了，弓弩弦都松了，弟兄们拿什么打仗？儿臣提议，从西北军费中拨出5万两，
专项用于4大营装备更新。这5万两由兵部和武官集团共同监管，文官不得插手。太子，兵部负责全军装备调度，不经过兵部。晋国公，兵部调度的装备10年没到4大营手里，这5万两是本宫私人出的，本宫的钱本宫说了算。准，5万两太子出，武官集团监管，兵部不得干预。父皇，还有一件事，儿臣在西北期间收到密报，有人在暗中调查京城南城阙街一家青楼的掌柜，调查者是晋国公府的人。醉安楼，一个跟羌人做香料生意的女掌柜，晋国公查她做什么？臣只是例行调查，京城中任何与外族有往来的商人，皇城司都有权查。晋国公说皇城司查的，那本宫不追究，但本宫要提醒晋国公一句：查人可以，但别查到本宫的人头上。太子，你的人？晋国公，你查的那个掌柜是本宫的人，你动他，就是想本宫火拼。父皇，儿臣无其他事。殿下，今天3件事办得漂亮。刑部侍郎平手，4大营装备全拿回来了，赵无极查朵朵娜的事也堵住了。还不够，还差什么？差一个致命的筹码。赵无极经营了30年，本宫跟他打不能一招一招来，要打就一次把他打趴下。外公，太子说的那个女掌柜，真是他的人？太子在西北3个月变了。变了？怎么变了？他以前是躲着老夫，现在他敢当面跟老夫叫板了，而且他知道老夫在查朵朵娜，这说明他在京城还有眼睛。那怎么办？不查朵朵娜了，查别的。凡西北3州府驻军，军饷由朝廷直拨，不经兵部中转，驻军将领任免权归太子府暂领，3年后交还朝廷。西北屯田所得粮草，3成归驻军，3成归朝廷，3成归百姓。铁门关为西北前哨，永久驻军。你这是把西北从兵部手里拿走？不是拿走，是单列。西北是前线，跟京城不一样，兵部那帮人凉州在哪儿都搞不清楚，怎么管？赵无极不会答应。他答不答应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父皇答不答应。本宫在西北打了3个月，凉州守住了，铁门关拿下了，3000亩地种出来了。父皇需要一个人替他守西北，本宫这份法案就是告诉他，本宫不仅能打仗，还能治地方。那赵无极呢？法案里有一条，3年后交还朝廷。3年，本宫给了父皇一个台阶。太子不会永远站着西北，3年后该交的交。太子，这部法是你写的？是。儿臣在西北3个月，深感西北军政之弊。兵部管调度，但不懂前线；边军管打仗，但没有自主权。粮草、装备、人事，层层审批，等到批下来，仗都打完了。太子这部法核心是西北军政单列，换句话说，西北3州府的军权、财权、人事权全归太子。这不是太子在要权。晋国公说的对，本宫就是在要权，但本宫要的权，3年后还给朝廷。父皇，儿臣在凉州1000人打退8000，靠的不只是兵法，靠的是本宫能当场做决定，挖渠、建水闸、开荒、截粮道。这些事如果走兵部审批，一道公文来回半个月，凉州早丢了。赵爱卿怎么看？陛下，太子要权可以，但军饷不经兵部这一条，老夫不能答应。军饷是国库出的，国库的银子归兵部调度，不经过兵部，等于太子自己管国库的钱。那改一条，军饷还是兵部拨，
但拨给西北之后，怎么花由西北自己决定，兵部只管拨，不管花。那人事呢？太子说将领任免归太子府，暂归，3年后交还。3年？太子的手下都安插好了，3年后交还，交的是什么？交的是一支练好的兵。晋国公要是觉得3年太长，2年也行。陛下，臣以为此法可行，但需加一条限制。什么限制？太子在西北的兵力不得超过5000，超过5000即为谋反。可以，5000。准西北军政法颁布，太子在西北的军政卷线以本法为准，3年后交换朝廷。太子，你赢了西北，现在又赢了朝堂，你下一步想干什么？晋国公，本宫下一步想做的事，您猜不到。老夫猜不到的事不多。那本宫告诉您，本宫下一步要查安西军当年覆灭的真相。3000安西军守西域100年，朝廷没派援兵，为什么？是谁下的令？是谁压的奏折？本宫想查清楚。太子，查旧账是要翻天的，翻了天，才知道谁站在地上，谁悬在半空。外公，太子要查安西军旧案，那个案子牵扯到先帝。30年前，安西军求援，奏折到了先帝手里，先帝没派兵，但押奏折的人不是先帝。那是谁？太子要查，让他查，但查到的东西不一定对他有利。什么意思？安西军覆灭的旧案，牵扯的不只是朝廷，还牵扯到军方。当年安西军求援，边军为什么不救？因为边军接到命令，按兵不动。下命令的人是当时的兵部尚书。兵部尚书？那时候的兵部尚书是薛战的父亲。太子要查安西军旧案，就会查到薛战的父亲，查到薛战的父亲，就会动摇薛战对太子的忠诚。这盘棋，太子走错了一步。薛将军，本宫有件事要跟你说。殿下请讲。这是30年前安西军求援奏折的副本，上面有兵部的批注，奉令按兵不动。落款薛定远。殿下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朵朵娜的西域旧档，月之氏保存了30年。殿下，家父当年确实在兵部任尚书，但安西军求援的事，家父从没提过。本宫知道，所以本宫先来找你，不是先去查。薛将军，本宫要查安西军旧案，但本宫向你保证，不管查到什么，本宫不会动薛家一根毫毛。殿下，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如果家父当年真的下了按兵不动的命令，那也不是你父亲的错。本宫查过，30年前安西军求援的奏折到了京城，先帝没有亲自批，是内阁和兵部联合处置的。你父亲只是执行者，下命令的人在他上面。上面？谁？本宫还不确定，但本宫会查清楚。在这之前，本宫需要你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赵无极一定也知道这件事，他会拿这件事挑拨你跟本宫的关系。他会告诉你，太子在查你父亲，太子要对付薛家。本宫今天把话说明，本宫查的是真相，不是薛家。你信不信本宫？殿下，老臣跟了您这么久，您是什么人，老臣清楚。查吧，家父如果有错，老臣替他认；但如果是被人栽的，那本宫就替你父亲翻案。殿下，朵朵娜那边来了消息，赵无极今天下午密会了一个人。谁？前兵部侍郎周恒。赵无极去见周恒？不是赵无极亲自去的，是陈英去的，带了重礼。赵无极知道本宫在拉拢文官了。他先下手，
把周恒抢过去？不，他不是要拉拢周恒，他是要断本宫的路。周恒如果被赵弘杰的人先接触了，本宫再去就是送把柄。让朵朵那的人盯着周恒，他见了陈映之后有什么反应，跟谁来往，全部记下来。是。喝汤。本宫跟你说个事。说。本宫回京不会待太久。又要走？西北军政法批了，本宫要回去执行。凉州的路刚修完，铁门关刚驻军，新兵刚训练，走不开。京城交给你和双儿，朵朵那的情报网你盯着。萧老夫人给的3个名字，让双儿去接触。周恒被陈映先碰了，先放一放。另外2个人，陈渊和宋文远，趁赵无极还没动，先见。你每次走都把家交给我，因为你是本宫的太子妃，本宫的人，本宫信得过。你什么时候走？3天后。3天。上次你走写了安好勿念4个字，这次多写几个字。好戏才刚开始。太子要查安西军旧案，那好，老夫就让他查，查到先帝头上，看他还敢不敢查下去。太子，你以为你赢了，但你不知道，真正的棋局才刚刚摆开。